新娘虽意外上错花轿，系拜堂礼成，林氏便是二叔名义上的妻子，凌晨乃侄儿，断然不可能再以林氏为妻。与天庭教，新娘上错花轿，定是天公偏爱定国将军，保佑我大晋战神，是以亲自作媒。凌晨愿学前人，将错就错，成就二叔的姻缘。只是不知道江小姐是否嫌弃，愿下嫁我为妻。今日是荣国侯之弟大晋的定国将军萧定州与荣国世子叔侄二人分别成婚的日子，新娘分别出自林尚书府和魏国江府。可惜天公不作美，出来透风的两个新娘竟上错了花轿。林家二小姐林书和本该是世子夫人，最后却与定国将军拜堂。李成将送入洞房之时，发觉自己拜错了堂，羞愤撞柱。而另一个当事人荣国侯世子萧凌晨出来主持大局，决定学前人美事，当堂换亲，以姜氏为妻。萧凌晨这么一说，在场的宾客纷纷点头。世子说的没错，如此意外，便是上天作媒，说明你与姜小姐投缘。定国将军与林二小姐投缘，婚姻大事谨遵长辈之命。荣国侯府老夫人当即表示遵从天意，将错就错，林氏为将军夫人，姜氏为世子夫人。等着老夫人定论之后，撞柱但没撞死的林初和缓缓地睁开了眼睛。换亲，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请神容易送神难。哼，世子折辱我不够，竟还要折辱大晋的战神吗？世子与江小姐情投意合，不愿娶我为妻，直接与林家退婚便是。初和也不是强求之人，可你二人暗中策划了换亲之事后，却说这是意外，以此折辱定国将军，这是为何？林氏，你在胡说什么？胡言乱语！上错花轿是意外，怎会是谁的策划？作为萧凌晨母亲的侯夫人厉声道：“林氏，你莫非撞坏了脑子，在这里胡言乱语？来人，二夫人神志不清了，带二夫人下去休息。”好，想死无对证，当朝一品将军的亲事，岂可当做儿戏？你们若是不信，可严刑拷打我身边的丫鬟彩华和李嬷嬷，二人早已被江小姐收买，晚清之事非同小可。他有做侄子的，给叔叔决定婚事的道理，世子的一面之词，如何能替将军做决定？林氏，你不愿与定州为妻，莫非你是嫌弃定州病重？偏心的老太婆！原主了也，原主被迫换亲之后受尽搓磨，就有老太婆的一份功劳。老夫人为何不问将军的意愿？初和不愿意折辱我大晋的战神。笑话，谁人不知定州如今不省人事，他如何能说自己的想法？哎，就你欺负人家老师啊？谁说将军不能决定？将军分明是醒着的。什么？林初和缓缓走到了萧定州的轮椅面前。将军，初和今日与你拜堂，但发生了意外，初和不能独决，盼你醒来做主。萧定州瞬间意识清明，什么？今日竟是他拜堂成亲的日子。萧定州刚醒来就听到这消息，心中满是震惊。拜堂意外？萧定州心中感慨，他的心腹大庭广众之下这般维护他，而他的家人却满眼算计。于是萧大将军凭借着惊人的意志力，强迫自己醒过来。将军就是醒着的，只要大夫用银针刺激穴位，将军便能醒过来。初和问心无愧，但是非对错自有将军定夺。请老夫人，请大夫过来。胡闹，危言耸听！既然你嫌弃定州，便将你遣回林府就是。我确实醒着，大喜之日，为何弃我心腹？啊，定州，你……事发之后，一直装死的江月然猛地掀开盖头，不可置信地看着萧定州。将军正在心虚，大脑急剧转动，想着怎么说服大夫施针的他，猛地转头看向萧定州，整个人都惊呆了。不是，这怎么醒了？他还没用银针呢呀！定州，你真的醒了！荣国侯府中最先反应过来的，还是混乱发生之后基本不吭声的老侯爷。哎呀，上天保佑啊！二爷醒过来了。紧接着扑过来的老侯爷的侧室如夫人，实则这萧定州是老侯爷的外室子，生母便是母凭子贵，颇得老侯爷宠爱，风韵犹存的如夫人。定州啊，你感觉如何呀？双腿无知觉，怕是不能行走，武功尽失，其他的一切如常。没事的，没事的，醒过来就好。对了，今日是你成亲的日子，只是发生了一些意外。儿子知道了。你……哎呀，糟糕！这川书局是精准针对他来的呀！他不仅要馋人家脸，还馋人家生意。虽然这心中有10000个惊讶和意外，但担心萧定州认错人，林初和立刻站出来说：“将军，我是林初和，今日意外与你拜堂。”萧定州点头，目光在林初和羸弱的身躯、额头上未干的血迹以及通红的眼眶上逗留了一瞬。今日委屈你了。将军理解，我就不委屈。二叔，今日的事情其实是意外。你不必说，程阳负责为他推轮椅的心腹程阳3言2语地说清楚了这喜堂上的情况。何来的算计？不过是林氏一面之词罢了。今日都是意外，
林氏不愿嫁，下堂便是，没得被外人扰了我们荣国侯府的和睦安宁，让你们叔侄生了嫌隙。定州，臣儿一向敬重你，你又不是不知道，怎么会做出这等大逆不道的事情？定州，你刚醒过来，莫要被人欺骗了。是啊，臣儿一向都敬重二叔，恪守礼节。侯夫人也赶紧出声：我的亲事稀里糊涂生意，竟不能过问一句。方才喜堂之上，我虽未醒，实则也有知觉，知道各位说了什么。定州啊，都是一家人，这件事儿也不能完全怪臣儿。彩环和李嬷嬷何在？他们是你的人，可能处置。平将军发落。哼，是个果断的女子。程阳，都行。瞬间满堂哗然，丫鬟和嬷嬷悲惨的叫声简直能吓哭隔壁的小孩。定国将军有欲灭阎罗鬼见愁之声，果然是名不虚传，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顺。李嬷嬷和彩环真不是他冤枉的，而是这两个人原本就已经被江月然给收买了，不然换亲哪有这么简单呢？如今呢，算是借着萧定州的手将人给处理掉了，不然留在身边处理还得费劲。小丫鬟和老嬷嬷没有一点骨气，被打了几板子，该招的全部都给招了。江月然与萧凌晨情投意合，江月然收买两人与萧凌晨策划了换亲之事，逼迫林氏服从，否则便让他在荣国侯府的日子生不如死。好，真中毒了。好消息，富贵寡妇命；坏消息，寡妇也短命。两人招供，满堂宾客哗然。这江月然原本该是萧定州的未婚妻，按说与萧凌晨是婶侄关系，没想到竟然暗通款曲，又被人伦呢。孽子，这等混账之事你竟也做得出来？你将临江萧三府的面子置于何处？侯爷，定然是江氏教唆臣儿的，不然臣儿怎么会做出这种错事来？侯爷，臣儿性情一向稳妥，定是江氏教唆的。啪的一声，萧凌晨挡在江月然身前，硬生生挨了这一巴掌。臣儿，你祖母、父亲、母亲，今日之事是我一人所为，与然儿没有半分关系，你们不要误会然儿。我们两情相悦，我此生的妻子只会是然儿一个人，绝不会是他人。没事吧？你没事吧，臭货！一声轻嗤，别人没听见，但他旁边的萧定州是听到了，不由得看了林楚河一眼。我无异于林氏，他如何纠缠都不可能让我娶她。一杯茶水直接对着他的面门砸去，淋了他一脸，茶盏破碎，磕破了他的额头，顿时血流如注。出手的是萧定州。哼，不知悔改，死有余辜。萧定州是小叔，教训晚辈理所当然。呸！谁想嫁给？打得好！一句死有余辜，让老夫人脸色大变。她是真的害怕萧定州会杀了萧凌晨。定州，这可是你侄儿，是我的孙儿啊！好啊，今日还真是让本宫瞧了一场大戏，世间竟还有如此不知廉耻之人，真是让本宫开了眼界了。一道苍老但不失精气神的声音传来：见过永寿长公主。永福长公主，金大腿！林楚河的眼眸噌的一下放光，永福长公主无儿无女，就偏爱这战功赫赫的萧定州。我看呐，忠信仁义礼智孝，他萧凌晨是一个不占，违逆父母之言视为不孝，背弃媒妁之约视为不信，算计叔伯视为不仁，抛弃嫡妻视为不义，萧氏一族有此子孙视为祸害。定州啊，此事我已经知晓缘由，我来替你们做主。定州谢过长公主，不过此事更受委屈的是林氏，还请长公主护一护林氏。咦，这小子莫非开窍了？他语气微妙。哦，难得从你口中听到这样的话，莫非成亲了便真的会疼人了？重点是这个吗？错在凌晨，请长公主放过月然，所有责任我一并承担。凌晨承认自己行为无状，但情之所起，一往而深。若非林氏喜堂自裁，岂会闹得人尽皆知，让二叔颜面尽失？家人们谁懂啊？有的人放屁太响，还怪地球重力呢。换亲之事，林氏本就知情，非一方之力所为。月然甘愿和世子受罚，但不愿有人颠倒黑白，利用将军，请大长公主明辨。若非林姐姐在闺中的时候曾言仰慕定国将军，答应换亲，月然断然不敢做出这等事情。林氏，你怎么说？楚河虽是女子，但也知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投身为国，以义灭身。定国将军乃大晋的战神，楚河能安然孝顺父母，都是因为有定国将军征战沙场，安定四方。试问大晋儿女，谁人心中不仰慕定国将军这样的英雄人物？林楚河这么一说，在场的宾客齐齐点头。这话没错，谁人不敬仰定国将军？难道我们这些敬仰定国将军的妇人都是不知廉耻不成？说句不害臊的话，当年将军未受伤时，京城不知多少芳心落于定国将军一人呐。永福长公主赞赏的点头。萧凌晨冷笑，质问林楚河：哼，既如此，你为何在喜堂自裁？我被逼着答应换亲，是为保命；我在喜堂上自裁，则是为了将军的清誉。良将不妾死以苟免，烈士不悔节以求生。楚河不愿意因为自己让大晋的战神声誉受损。人有所为，有所不为。
楚河若因此而遭受责罚，也不悔今日所为。好，如此有情有义，堪当定国将军夫人。长公主，定州残缺一妇，不愿委屈他人。虽然是被谋划，是意外，今日与定州的婚事，你可愿意承认？你如实说来，即便不愿意承认，有本宫在，绝不允许外人轻慢于你。小女时日无多，恐怕将军嫌弃。时日无多，程阳在将军的示意下提到了林初河被逼用毒一事。永福长公主的脸色更冷，看向江月然和萧凌晨。竟使出如此下作手段，我明日要亲自问问魏国公，到底是如何教导女儿，还不快将解药送来！江月然跪在地上，瑟瑟发抖，心中恨毒了林初河。此刻，江月然的嬷嬷却主动站出来表示，下毒之事是自己所为，与自家小姐无关，让永福长公主饶命。有其主必有其奴，本宫一个都不饶。好了，如今没有性命之忧了。定州如今情况特殊，太医的断言京城皆知。林氏，本宫再问你一次，你心可曾变？这么的金大腿，他怎么可能改变初心呢？唯有方寸心，不与玄并变。在楚河心中，青史千秋，将军都是大晋的战神。好一个不与玄并变！既如此，本宫自然不会让你们受人诟病。来人，带本宫令牌进宫一趟，替本宫向陛下讨一份赐婚的圣旨。林家初河与定州，乃天作之合。这简直是意外之喜。林初河看向永福长公主的目光都变亮了，不但名声无损，还锁定了一个金大腿。哼！萧凌晨，不忠不信，不义不仁，不孝不悌，请萧氏家法，杖50，跪祠堂10日，连3日滴水不得进。听闻你即将入御林军，如此不忠之人，怎可保护陛下安危？我会如实跟陛下言明今日之事，希望陛下重新考虑御林军左中郎将人选，你可服气？凌晨，遵长公主教诲。永福长公主最后看了眼江月然，虽然什么也不说，但冷冽之色毫不掩饰。自奔为妾，枉费了当年魏国公与太子妃求到陛下跟前，成全你与定州的婚事。如今你二人既已情投意合，本宫便做主成全了你，让你做萧凌晨的侧室，永不可抬为正妻。不可以，不可以！我姑姑是太子妃。太子妃只会以此为耻。江月然不堪自己竟直接当场晕过去了。永福长公主的到来让这荒唐的换亲画上了句号。哇，被爽到了，怎么回事？荣国侯府与皇室同宗同源，同是出自凤阳萧氏。永福长公主如今算是萧氏最年长之人，她插手萧凌晨的婚事，无人敢智慧。何况她从前就护着萧定州。夫君，今夜夫人先好好休息，日后你住主屋。这就走了？不行啊！你走了，我跟谁培养感情啊？不培养感情，日后怎么继承你的大金库啊？按照剧情，你得英年早逝的。夫君，新婚之夜你不在主屋去何处？我去书房。是现在去，一会儿回来吗？还是今夜都不回来了，以后也不回来了？夫君既然不喜我这个心腹，为何不拒绝永福长公主的安排？我没有，你受伤了，我不方便。往常都是程阳照顾我起居。不就是照顾病人，我懂。再说，我可是你未来的遗产继承人，你就是我的富贵上司。为了未来的美好生活，本着医护工作者的责任心，我铁定比任何人都懂得照顾病人啊！于是林初河立刻站起来，将萧定州的轮椅转了回来。那从今日开始，就由我照顾夫君，你们不必伺候了。今夜由我照顾夫君。这原书里说了，萧定州此人表面待人温和，实际上内心是非常冷硬，十分强势，像是一块捂不热的冰。这跟他的成长环境有关。作为外世子，他被生母当作争宠地位的工具人，16岁上战场，历经生死，早已心硬如铁。荣国侯府的人畏惧他，分明早已示威，却又依靠他一身的军功作威作福，享受荣耀，这心中却又不甘而嫉妒。成长至今，他几乎没有获得爱，谈何给予爱呀？他坐在轮椅上，沉默地看着林初河。我扶你上床。我可以自己来。夫妻一体，夫君也要给我学习的机会，习惯2个人。哦不，我们一家人的生活。好吧，师父师姐，我在这边也会过得很好很好的。夫君，我熄灯了。林初河进了被窝，他乖巧地躺下，盖好了被子。夫君，新婚愉快。却是林初河在他的脸颊上亲了一下。林初河亲完了，躺下来，自以为淡定地说：洞房花烛要一点仪式感，死心脏，淡定，别乱跳。不就是第一次亲异性吗？有什么大不了的？还
没亲嘴呢。萧定州不语，一味的耳朵烧红。林初和的气息靠过来的瞬间，他浑身下意识充满了警惕，以为这林初和要做什么，结果却是他亲了自己一下。萧定州若非定力十足，他都要一掌将他拍出去。幸好这房间烛光昏暗，无人能见到他烧红的耳朵和发热的面颊。下一秒，左手被一只柔软的小手抓住。夫君，我第一次离家，有些不安。萧定州的左手瞬间不动了。也罢，新婚之夜，这是他的妻，自己已经无法与他圆房，可无论如何，总不能让他感到失落吧。林初和满意了，闭上了眼睛。意识模糊之前，他觉得自己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小骗子，第一次离家不安，这分明睡得比谁都熟。萧定州整个人都很清醒，还想着今日发生的一切。刚才回院子的路上，程阳简单说了下这2年的变化。哦，还有3个养子，方才在喜堂上只是匆匆一见，还不曾说话，只是看着面色，2个孩子这2年必定过得不太好，明早得起早去看看他们。还有陛下今天的圣旨，他不会觉得是单纯赐婚。就在萧定州想着如今的局势的时候，闷哼一声，嘴角溢出一丝鲜血。夫人大金砖，大约是做梦了，这不知道的还以为夫人说他是大金砖呢。萧定州刚抬手擦掉嘴边的血，只觉得胸口一凉，抬手一摸，哦，是他心腹的口水，这便是他的心腹所言的照顾他。昨日是奴婢没有保护好小姐，让小姐受了委屈，被人下毒。从前的事不必再说，如今我是将军的夫人，日后我们只管过好自己的日子。当然，若是他人让我们过不好，也不能坐以待毙，须得让人知道我们不是好欺负的。好，都听小姐的吩咐。给我晚饭吧。江氏和世子那边将将军给的聘礼拿过来了吗？没有，夫人，可要提醒他们。当然，亲都换了，没道理别的不换回来。夫君，夫人，夫君觉得哪一只簪子比较合适？林嬷嬷和清霜对视了一眼，会心一笑，心中十分欣慰，真不错，小姐果然长进了，懂得撩拨这姑爷了。夫人自己决定即可。可我想让夫君替我选择呀，若非夫君一早就出去了，我还想让夫君替我画眉呢。从前在闺中的时候，便听闻定国将军画的一手好丹青，这只比较适合夫人。听夫君的。帮我戴呀。萧定州只是犹豫了一瞬间，便抬手将簪子插进了他的发间。好看吗？好看的。库房里还有些首饰，晚些让人拿过来给你用。谢谢夫君。哼，这都什么时辰了，还要我们等到什么时候？乔夫人，您说的什么话呀？二爷的身子如何，大家都知道，老爷都不急呢，您倒是急上了。开口的是如夫人，也就是萧定州的生母。老侯爷宠爱如夫人非常，甚至到不着家的地步。他如今几乎不住侯府，不理侯府中事，而是在庄子上住着，与如夫人谈诗作画，风流快活。若非府中有喜事儿，这2人还不回来。府中的大小事务上有老夫人做主，中有荣国侯做主，但是侯夫人也不敢呛如夫人的话，毕竟老侯爷宠爱她到了昏了头了。二爷和二夫人到了，我跟将军来晚了，诸位久等了吧？也怪我不放心将军的身子，非要大夫把脉不可。啊，不着急，定州的身子要紧，大夫如何说？依旧如故。老夫人立刻宽慰他，先好好养身子。萧定州应了下来。敬茶吧。敬茶的仪式简单，在场唯一能让萧定州与林初和敬茶的，只有老侯爷和老夫人。看着侯夫人忍气忍的手都在发抖，林初和爽了，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又拿我毫无办法的样子。二叔，昨日凌晨做错的事情，如今已经知错，日后绝不会再犯。萧定州无可不可的嗯了一声。二婶，昨日多有冒犯，还请原谅。林初和不言，只是露出恰到好处的让人琢磨不透的微笑。得不到林初和口头上的原谅，萧凌晨心中不满。哎，你二婶又岂会跟你一个小辈计较？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犯过些许小错？事情过了便过了，都是一家人，都是一家人。这是小错。老夫人一梗想驳回去，又生生忍下了。好了好了，不说了。凌晨，怎么说他也是你大哥的亲生儿子，继续敬茶。夫人，我给你介绍侯府其他长辈。好啊，劳烦夫君。二叔，然而还没有给二婶敬茶。侯府有这样的规矩，你若不懂，便问大嫂，你的侧室该给谁敬茶？侧室该给正妻敬茶。一句话让江月然脸色刷白。林初和看了萧定州一眼，心情不错。这个夫君甚得他心呀。江姨娘的这杯茶我受不起。二叔，你还不快将人带回去休息，还嫌不够丢人吗？够了，我这就带然儿回去休息。站住！你走什么走？尚未得你二叔原谅，你敢走？哎呦，江姨娘留步，还有一件事需要你配合一下。你还有什么事？正好今日侯府的长辈们都在，大家做个见证。今事已成定局，
大当初将军给魏国公府的聘礼，是不是该给我送过来了？夫君，是我说错话了吗？没有，理应如此。哎呀，弟妹呀，你也是的。瞧你说的，什么聘礼不聘礼的，眼下都是钟馗在处置，少不了你的。你想拿，跟我说一声就是了。钟馗也靠我的嫁妆和聘礼填充吗？我出阁的时候，母亲倒是没有跟我说要用我的嫁妆和聘礼填侯府的钟馗。对了，在场的各位婶娘也是这样的吗？原谅出河第一次嫁人，不知道这个规矩。当然不是，只是府中的规矩是统一管理。何时的规矩？大嫂和老夫人都将嫁妆放入钟馗了吗？侯夫人脸色一沉，不吭声。哎呀，都是一家人，还能少了谁的不成？行了，这个事不要再说了。是母亲和大嫂拿出来给夫人，还是我亲自去拿？我做惯了粗人，手下不一定有轻重。程阳，末将在，将军请吩咐。急什么？等下散了，立刻去陈二的院子里，我立刻安排人去将姜氏的聘礼换回来。林初和立刻觉得萧定州这夫君真是深得他心呀，立刻笑眯眯地说：呀，原来还是江姨娘的院子里呀，我还以为进钟馗了呢。不劳烦老夫人，不让林嬷嬷去处理就是了。派人拿着礼单去一一对应，别拿错了，也别拿少了。林嬷嬷感觉自己气上都生了。夫人放心，老奴一定办好此事。江月然眼神示意萧凌晨帮忙，但萧凌晨还没有开口，就被荣国侯一个眼神制止了。混账东西，等下还得求你二叔别动家法呢。萧定州带着林初和见过了侯府的其他长辈之后，方将三个儿子叫到跟前。三个孩子分别是萧炎、萧景和萧琛。炎哥13岁了，景哥8岁，琛哥如今也该有3岁了。三个孩子都是萧定州的养子，不是在战场上捡的，就是已故部下的孩子。见过母亲，见过母亲。林初和送上礼物，都快起来，可瞧着个个都是好孩子，让母亲很喜欢。长子萧炎生得十分俊美，虽身体有疾，但气度谦逊温和，表面看起来很好相处。二子萧景有些消瘦，但唇红齿白，生得十分漂亮，可想而知长大之后该是一个怎样的阴冷美男呢？幼子萧琛虽目光未怯，头上一个冲天小揪揪，可爱极了。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我也是第一次做母亲，若是有做得不好的地方，你们要跟我说哦。乔弟妹这话说的，怎么能让孩子说自己的不是呢？你日后就是他们的母亲了，哪有孩子嫌弃母亲的道理？琛哥平日不与我们说话就算了，如今见了母亲也不叫你母亲吗？大嫂吓唬小孩做什么？琛哥年纪小，还不会叫人呢，我都不介意，您反倒替我介意上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这个做母亲的苛待孩子呢。我不是那个意思，孩子的事情我自会教导，不必大嫂操心。没事的，琛哥以后想叫了再叫母亲，好不好？三个孩子住在何处？今早在听风院还不曾见他们。他们住在府中的芳草园。芳草园这名字一听就不是什么住人的好院子。二弟，你受伤之后需要静养，因此上我才让三个孩子搬去了芳草园，免得打扰你休息。不过呢，如今你既然已经醒来，三个孩子也可以搬回听风院附近了。这是我们的三个孩子，不如从今日开始让他们住进听风院，如何？我也正有此意，让三个孩子住得近些，就听夫人的安排。这不妥吧？不妨事，大嫂都虑了。无论我和将军有无子嗣，三个孩子都是我和将军的至宝，自然要珍之爱之，放在身边养育才能放心。夫人说的极是，三个孩子的事不劳大嫂费心。孽子，还不快过来，给你二叔磕头道歉！二叔，凌晨做错了事，罪该万死，请二叔责罚。大哥觉得该如何惩罚？孽子，按照我们荣国侯府的家规，不敬长辈，当写忏悔书，鞭食，罚跪祠堂3日，1日不得进食。既如此，就按照大哥说的做。大哥训子与我无关。来人，拿鞭子来！萧凌晨毫无怨言，在母亲和祖母不忍的神色中受了10鞭，甚至背后的衣服都没有裂开。够了，还不快扶世子起来，请大夫！哎呀，我可怜的孙儿啊！起来！大哥大嫂莫非忘了还有永福长公主的萧氏家法？啊，你不是责罚过了吗？大哥说笑了，是您法子与我何干？莫非大哥的责罚能代替永福长公主？定州，这可是你的亲侄子啊！老爷，你竟然一点也不管吗？他这是要我们孙儿的命啊！亲侄子？谁家亲侄子算计到亲叔叔的头上？还是诸位觉得永福长公主的话可以不听从？都是一家人，血缘关系就在那儿，你说的什么话？永福长公主为你做主，这责罚到底用不用，还不都是你说了算？再说了，陈儿换妻对你有何害处？这喜事还不是将你冲醒过来了？再不济，你求到永福长公主跟前，饶了陈儿这一次又如何？我看你就是心胸狭窄，不愿让你大哥一家好过，想要了陈儿的命。这是什么奇葩逻辑啊？合着萧定州还得感谢萧凌晨这个渣子，一家人都是偏心的奇葩。母亲说的没错，若在军中，今日萧凌晨已经身首异处。你
还是你们都觉得陛下也能宽容萧凌晨的冒犯？大哥不要忘记了，当初萧江两家的婚事是谁求到了陛下的跟前？一句话彻底点醒了荣国侯，直接将他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儿子那是在打皇帝的脸呢，皇帝真的追究下去，侯府满门抄斩那都有可能。侯爷，按照萧氏祖法上家法，父亲上家法。萧凌晨在受了10天之后，当场又被打了50杖，直接皮开肉绽，痛苦哀嚎，模样十分狼狈。侯夫人哭天抢地的，老夫人直接受不住晕了过去。林书和直接不顾荣国侯夫妇的面子，将萧凌晨当成反面教材，感慨道：忠信谨慎，取得义之基也。可见为人要懂得仁义礼智信，行事要做君子，坦坦荡荡，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否则终将为自己的不义行为付出代价。你们说是不是？母亲说的是。你们母亲说的对，以后要以萧凌晨为戒。君子有9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畏，疑思问，愤思难，见得思义。是，谨遵父亲的教诲。我也和大哥一样，对，向你们父亲学习。你们父亲便做得极好，是君子的典范。夫人谬赞了。林初和说：那倒没有，在我心中，夫君就是这样的人。夫人也很好。景哥不理解，只觉得肚子很饿。琛哥不言，呆呆的被母亲抱着。这一家旁若无人的对话，并没有避讳他人。周围的人不敢吭声，但都看到了夫妇二人育子的模样，心中十分忐忑。不是，你们夫妻礼貌吗？这萧凌晨可被打呢，你们还当面蛐蛐他，还拿他做反面例训儿，真不怕欺冤侯爷？窗台上这个不要拿漏了，这金丝楠木的屏风不要忘了，双鸳鸯帐钩也是其中之一，真是工艺精美啊！是不是错觉呀？怎么感觉夫人看着金氏的眼神比昨日看他还热切呀？我说夫人呐，你要不要收着点啊？林初和，你够了没有？该长嘴，跟长辈说话，请直呼姓名。夫人的名讳，岂能乱叫？不是，林嬷嬷，你是比我还猛啊！江月然舞这，你们竟敢！没办法，礼不可废。你这样无礼传出去，别人会说一个世子的侧室也在将军头上撒野的。感觉自己成了夫人的工具人，但夫人护着自己，总归是没错的。世子呢？居然世子回来，忘了吗？世子得受永福长公主的家法呢，刚被打了50杖，眼下在跪祠堂呢。什么？凌晨哥哥？他顾不上其他，脸色苍白的跑出了屋子。嬷嬷，快去请大夫！哎，真是用情至深啊。夫人在羡慕？怎么会？哪有将军与我天作之合？让夫君和孩子们见笑了。其实我脾气挺好的，只是要维护夫君的尊严，不得不严肃一些。他自己心里给自己的心腹下定论：昨夜是个小骗子，今儿是个小忽悠。一家人回到自己院子，萧定州立刻让人将3个孩子的东西给搬过来。严哥与景哥也跟着回了芳草园。回去的路上，景哥看着大哥，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问道：大哥，你觉得这个母亲如何？尚可，你想做什么？我哪有？我们只是父亲的养子，又不是亲生的。如今父亲娶妻了，日后肯定会有自己的子嗣，他肯定不会真的喜欢我们的。你别见他今日面善，他可是装的。看他刚才下江姨娘，那才是他的本性。他就是先让我们放松戒备，对他有所好感，然后教我们养成纨绔，直到我们犯错了，便让父亲将我们撵出去。他暗中偷听后门的下人谈外边的事情。这隔壁街上的王小五，他后娘就是这样对他的。不会，他喜欢父亲，面子上也会对我们好啊。大哥，你怎知他喜欢父亲？不然呢？为何当场愿意换妻？总不能是为了我们3个。虽然你说的对，但我是不会轻易相信他的。父亲养育我们衣食无忧，不然我们早就死在外头。你莫要乱想，更不要说错了话，不然我也会罚你。那我们要听他的话吗？可听可不听，自己判断。于是他跟着大哥嘟嘟囔囔的回到了芳草园。反正我不听，我只听大哥和父亲的话。他若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我必然拆穿他。萧定州不知道私底下这2个孩子在背后的蛐蛐，以及景哥的脑洞巨大。严哥的腿，萧定州早上已经见过3个孩子，知道严哥的腿伤是怎么造成的，简单解释了一下。后面我会再请大夫给严哥看看的。林书和点点头，想了想，暂时没说让自己来的话，还是先等大夫看过再说吧。3个孩子都有些消瘦，接下来得好好补补才行。严哥已经年长，在听风院住了一段时间，便该有自己的单独的院落了，这样才对他的成长更好。景哥也是，琛哥还小，需多住2年。夫人觉得呢？夫君与我所想无二。夫君受伤2年，3个孩子无人照顾，如今夫君刚醒来，多疼爱3个孩子是自然的。日后有劳夫人了。不劳烦不劳烦，那不是你的儿子，那也是我的儿子呀。想起原书里3个孩子的命运，林书和再次感慨：严哥博学多才，本文武双全，但被腿疾耽误了武学和科举，文武之路皆是走不通的。我当年凯旋遭遇土匪袭击，捣毁山匪窝后，在山匪窝中发现了奄奄一息的琛哥。那时他大概1岁，戒备心极重，还不会说话，我便没有在意。但后半程便发生了事故，此后我便昏迷不醒。之后自然是属下将琛哥以他养子的名义带回府中，由府中安排照料。父亲，3弟至今不会说话。大夫不曾看过，慢慢
兰说，我刚醒还不曾了解情况，还以为琛哥是年纪小与我不熟，方才才知道他至今不会说话。三弟自从被带回来就不曾与人说过话。侯夫人和老夫人说，三弟还小，不会说话也正常，再长大便能说话了。是儿子不好，照顾不好弟弟。景哥立刻也跟着大哥跪下，眼中泪水已经忍不住哗啦啦流出来。儿子也不好，没有替父亲照顾好三弟，父亲不要撵我们出府。我何时说过要撵你们出去？你们已经做得很好了，都不必自责。这2年我不能护着你们，让你们受委屈了。林初和倒是看明白了，这2个大的都对自己不够信任，尤其是景哥更不会藏情绪，这哪里是怕父亲将自己撵出去呀，是怕他这个做继母的不喜欢他们，借此发难。好了，你们2个哥哥都做得极好，这2年必定也过得不容易，日后有我和你们父亲在，必然不会让你们再受委屈的。好了，你们父亲没有怪你们，疼你们还来不及呢，可别哭了。我才没有哭哦，睫毛上还有泪水没有擦干净啊。他怎么这样啊，一点没有做母亲的样子。你一点也不像母亲。说完反应过来，不安地看了一眼萧定州。哟，肯叫我母亲了。萧定州感觉到了景哥对林初和的不太恭敬，原本想说儿子一句的，但看着2人的相处画面，私底下又收到了林初和的眼神暗示，还是闭口了。然后内心产生了一瞬的怀疑，他不像是娶了个夫人，倒像是多了个女儿。金凤院最靠近主屋的地方给了最年幼的琛哥。林初和了解了大致的情况之后，去琛哥的房间，打算给他探探脉，还没进去呢，就听到里面的嬷嬷和丫鬟议论的声音。还真是好命，谁能想到呢？3个哥还能从芳草园搬出来，这下我们的日子也好过了。不然只在芳草园守着这野小子，还不知道何时是尽头呢。这话可不兴说，如今哥有了母亲，小心夫人听到了罚你。哼，小哑巴又不会说话，怕什么？他还能跟夫人告状不成？我就私底下说说而已。再说了，一个养子而已，等夫人生了哥，还能有他们什么事儿啊？将军，夫人饶命啊！林初和气得不行，走上去就是一人踹上一脚，而他这一脚直接将嬷嬷踹了出去。看到后面跟过来的景哥是目瞪口呆的，他居然这么厉害！这一脚若是踹到自己身上，景哥觉得自己的小细胳膊都得断掉呀。琛哥乖乖，不怕不怕，母亲在这儿啊。方才与严哥他们一起说话，才让嬷嬷将琛哥抱走了。谁能想到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让你们说琛哥的坏话，让你们说，琛哥的胳膊还有小腿上有针孔，还有掐痕，这2个人渣简直不配为人。什么？大哥，杀了他们！程阳，带下去照杀！将军饶命啊！等等，你们身边可有对你们不敬的人？他们惯会偷来耍滑。母亲，他们是老夫人和侯夫人安排的人。二夫人，我们是老夫人安排过来的，您不能将我撵出去呀！嬷嬷以为这话是自己的保命符，不论是谁的人，今日都要杖毙。程阳立刻让人将奶嬷嬷和丫鬟拖出去。嬷嬷再次脸色大变，二爷和二夫人竟然一点面子也不给老夫人吗？周嬷嬷作为琛哥的奶娘，却虐待琛哥，这种人听风院留不得，今日就杖毙。还有，我不管你们是谁的人，从哪里来，欺主背主之人，在我这里只有一个下场，这2人便是你们的前车之鉴，看清楚了，这就是欺主的下场。程阳，打！太好了，听风院终于有夫人来主持一切事宜了。瞬间，木棍抽打的声音，嬷嬷丫鬟痛哭喊叫的声音充斥在院子里。萧定州的人都是有点功夫在身上的，动手的时候力道绝对不会小。我给你们一个机会，这2年谁虐待了3个哥，谁手脚不干净的，互相举报。说的在理了，我与将军便饶你们一回。心思不正的下人们以为这是求生的机会，殊不知他们互相的举报下并无完卵。这2年趁着萧定州昏迷，被塞进听风院和跟着过来的芳草园的下人被处理的七七八八。但林初和给了孩子们很大的自主权，问严哥和景哥是否要留下中意的人，2人都摇头。也好，明日让人送些人过来给你们挑。好啊，这个林氏我还真是小瞧他了。芳草园的人都是我安排过去的，他这么做是几个意思？这不是打我的脸吗？走，去福寿堂。琛哥乖乖，以后都没有人再欺负琛哥了，坏人已经被爹娘处理了，他们再也不会来了。你看，李嬷嬷和翠儿没有了，对不对？日后就爹娘和哥哥陪着琛哥，保护琛哥好不好？再也不许别人欺负琛哥。说是还有坏人欺负琛哥，就让爹娘变成小狗。汪汪汪！三弟，对不起，大哥没有照顾好你，没有发现嬷嬷和丫鬟欺负你，以后大哥不会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了。三弟，我也不会让人欺负你的。是爹是茶，让琛哥受委屈了，日后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了。琛哥不是不能发出声音，这是不愿意开口说话。林初和猜测，心理上的因素还是比较大的。夫人竟然懂得医术，懂一点，照顾我的嬷嬷懂医理，我跟着就学了一些，虽算不得神医，但也青出于蓝胜于蓝吧。琛哥脉象有点弱，不过没关系。
关系，这主要是因为长期缺乏进步，日后我们好好补回来。还有严哥和景哥也是，也得好好补回来。你们二人啊，都瘦了些。林初和还是得给琛哥检查嗓子。林初和不由得在心中感叹：若是在前世的医疗实验室，只要用超级 CT 扫描一下，就能立刻了解人体身上有哪些病灶了。如今没有条件，只能用别的办法检查，却没想到他才刚刚生了这个念头，手指碰到琛哥脖子的瞬间，林初和的脑海之中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清晰的画面，是一张超级 CT 检查影像图。林初和瞬间满脸问号，这超级 CT 是他带领下研发的对身体深度扫描仪，他的手指在碰上琛哥的瞬间，意念变化的瞬间，竟然已经在脑海里自动成像了。他的手指就是 CT 扫描仪。林初和的手指立刻离开琛哥的身体，成像瞬间消失。母亲，三弟如何？严格的声音拉回了林初和的思绪。目前看来并无癫症、五迟症，除了这些针孔和淤痕，也没有其他伤口了，就是瘦弱了些。我们琛哥还小呢，不着急，必是在等爹爹醒来，等娘多抱一抱才想说话的，是不是？不想说话也没什么的，琛哥不想说就不说，不说话可以画画，以后也可以写字，想要什么用手指一指我们就都知道了。爹娘和哥哥都不会怪琛哥的。对，不说话也没什么，谁爱说话了？二哥一点也不爱说话。琛哥大眼睛半信半疑的看了看林初和，又看了看两个哥哥，最后把目光投向了萧定州。小孩子的直觉很准，直觉爹是个危险的人。虽然他是被萧定州从土匪窝里给救回来的，但当时年纪小，后来爹又直接昏迷了。这2年能见萧定州的机会，估计一个巴掌都能数得过来。严哥、景哥，我也给你们看个平安脉如何？多谢母亲，儿子身子无碍，我的身体也没事。少年，你的神色可不是这个意思啊。给你们母亲瞧瞧，我昏迷2年都不曾知晓你们的身体状况如何，正好也了解一下。二人于是只好乖乖的伸出手。林初和先是给严哥诊了脉，手指搭上脉搏的瞬间，林初和意念一动，严哥手腕的超级CT成像内容便出现了。他再次确定了，他触碰到人体的部位，通过意念的控制是可以利用空间里的超级 CT， 但位置仅限于手指所碰位置的3寸范围。林初和尝试运用自己空间里的资源，比如其他医学仪器或者是药物，但发现他看得见那些仪器和药物，但是目前尚不能用。为何呀？给了他，却又不给他使用的权利。大哥怎么样啊？严哥得多吃些，长时间忧思过甚，伤脾伤胃，估计最近睡眠不好。等我给你开一副药方，调整一下。睡眠不好，把脉劲也能看得出来。小少年，等我给你秀一个。自然啊，我不但知道严哥昨夜睡不好，睡下了之后还做了梦，醒来就心慌不安，对不对？大哥，是吗？母亲，还好了吗？至于严哥的腿伤无碍，就是走路不太方便而已，但也与日常无碍，我并不介意。就算你真的不介意，但也要治疗啊，你还在长身子呢。大夫说了，当时受伤严重，经脉损坏，已经无法治疗。哪个大夫说的？出来！我保证不打死他，分明不是多大的问题，完全能恢复如常人一般行走和生活。到时候就算你学武，都毫不影响。真的，大哥的腿还能治好？当初估计是受伤后没有时间和精力好好疗养，才导致伤口恶化，最终影响了经脉的恢复和生长。那大夫就是个庸医又犯懒，在敷衍说不能医治，幸好时间不久，现在医治一点也不晚。多谢母亲的安慰，其实这2年我已经习惯了。林初和一听就知道这孩子根本不相信自己，甚至觉得他只是在安慰他。严哥，我不是在安慰你，而是十分认真的讲事实。你这个程度的伤不至于治不了，你的腿可以治好，前提是你配合我做治疗。大哥，母亲说是就是，你的腿有救了，你又可以学武了，也可以参加科举了，太好了太好了！母亲，你快说怎么治啊？如此就有劳母亲了，若能治好，母亲的大恩。你是我的孩子，母亲爱护自己的孩子天经地义，什么大恩的？这是将我当做外人了？儿子失言了，我后面再给你检查检查，确定如何治疗。眼下什么都没有，不好说。是，母亲也给我请平安脉，肯给我看了？我也没说不给母亲看。林初和放开手掌，放在了景哥的胸膛上。做什么？是不是夜间有胸闷之醒来之象，偶有胸口疼痛之感？景哥有心气不足之症，听他生父说是因为出生的时候难产。心气不足？林初和沉默了。这不是心气不足，这是先天性心脏病。见林初和沉默，萧定州脸色变得严肃。哦，夫人有不同的见解。我是不是生了重病？是不是没救了？景哥不是心气不足之症，实则是心急。不是，你骗人，我才没有心急，我不信，你是故意的，你骗人，就是不喜欢我做父亲的儿子。景哥，夫人确定吗？不知道夫君曾给景哥请了多少大夫，若是不信的话，可以继续请大夫，或者让太医来诊脉，总有人能诊出与我一样的结论。景哥的心急是先天的，这些年不曾发作过，大概是因为自幼被诊为心气不足之症，早年用过药，有辅助之效，加上景哥自己在生活中有意和小心，但最近应该显现了明显的特征。
景哥这段时间应该经常感觉胸闷，偶有绞痛之感，有时夜间胸闷窒息。景哥，是吗？对不起，父亲，儿子以后不能在你跟前尽孝了。母亲，对不起。景哥乖乖的跟林初和道歉。我不是讨厌你，我只是怕你不喜欢我们三人。大哥和三弟都很敬重你的，大哥，你以后要带着我那一份孝敬父亲，好好照顾陈哥。陈哥啊，二哥不能看着你长大了，我还没听到你叫一声二哥呢。哎呀，不是，我话还没说完呢。这虽然是心急，但我没说这是绝症啊。话落，所有人唰的看向林初和。不是绝症啊！他瞬间懵逼了，刚才的告别白告了呀。心急虽然棘手了一些，但可以通过药物控制不发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通过手术可以治愈。眼下景哥的症状是能通过药物控制的，但生活中需要注意一些细节。景哥别的没听懂，但能控制和治愈这几个字他听明白了。我不要死了，我还有罪。母亲，真的吗？当然，我还骗你不成？只要有我在一人，你的身体也只会变好，不会变差。哦，怎么这样？面子全都没有了。林初和忍着笑，还告别吗？啊，我都不许说，都不许提刚才的事情了，再也不跟你们玩吗？林初和笑够了，仔细叮嘱了些日常生活的注意事项，开了一副药方，让人去抓药回来。真烦，有空间但不能使用。经此一事，景哥对林初和的态度倒是亲近了许多。母亲是神医，不但能给大哥看腿，是不是也能给父亲看？嘿，太好了，父亲也有救了。夫人，既然您给两位公子看了，不如也给将军瞧瞧。太好了，将军有救了。萧定州看了程阳一眼，一副多嘴的眼神。这是他的妻，当然会帮他看身子，没有理由只顾着儿子而忽视他这个做丈夫的。啊，你说的对，我差点忘了。但夫君早上才给府医瞧过，不知道还需不需要我再瞧瞧？父亲、母亲，我们回去收拾房间。啊，怎么就走了？他不想走的，但大哥将他拽走了，还将琛哥也一把抱走了。琛哥啊，是一脸的懵逼。夫人可以让我信任吗？信任不是夫妻情分的基础吗？我好像从来没有威胁过夫君啊。严哥的腿真的能治愈吗？小事一桩，时间问题而已。比起治愈身体的伤，让严哥敞开心扉才是一件难事。这孩子表面上性情温和，总是带着笑意，实则心思过重，能藏事儿，必定受过许多委屈。夫君为何这么看着我？是因为发现你的夫人不但美丽漂亮，还拥有无穷的本事吗？哎呀，幸好孩子们不在旁边。看到萧定州不自在了，林初和总算是满意了，手指搭在萧定州手腕的脉搏上，专心诊脉。萧定州这身子，这是全家最差的一个了。怎么了？将军还有内力，对不对？还有一些。一些？你们莫非对一些有什么误解？这比师傅还厉害，好吧？不过为何有反噬之象？夫君的身子还没恢复好。昨夜强行用过内力，夫君体内有陈年旧伤，大概5年前曾受过内伤，但未调理好，2年前又再次受伤，伤上加伤。这2年昏迷，调理困难，又有内伤在体内作乱。夫人可以让我信任吗？信任不是夫妻情分的基础吗？我好像从来没有威胁过夫君啊。严哥的腿真的能治愈吗？小事一桩，时间问题而已。比起治愈身体的伤，让严哥敞开心扉才是一件难事。这孩子表面上性情温和，总是带着笑意，实则心思过重，能藏事儿，必定受过许多委屈。夫君为何这么看着我？是因为发现你的夫人不但美丽漂亮，还拥有无穷的本事吗？哎呀，幸好孩子们不在旁边。看到萧定州不自在了，林初和总算是满意了，手指搭在萧定州手腕的脉搏上，专心诊脉。萧定州这身子，这是全家最差的一个了。怎么了？将军还有内力，对不对？还有一些。一些？你们莫非对一些有什么误解？这比师傅还厉害，好吧？不过为何有反噬之象？夫君的身子还没恢复好。昨夜强行用过内力，夫君体内有陈年旧伤，大概5年前曾受过内伤，但未调理好，2年前又再次受伤，伤上加伤。这2年昏迷，调理困难，又有内伤在体内作乱，导致经脉运行受阻，寻常大夫恐怕难以瞧出来。不过内伤的问题不大，慢慢便可调理好，主要……夫人但说无妨。林初和道：倒是双腿的治疗需要10日，还能治？当然，我可以看看吗？林初和问。当然，只是模样有些丑陋，恐怕让夫人看了不舒服。无妨。夫人觉得如何？只是需要时间而已，我需要反复诊脉，考虑治疗方案，但过程我可能会十分痛苦，需要夫君有强大的意志力。当然，我会一直陪着夫君的。无论什么困难都不在话下，有劳夫人了。林初和撇嘴，语气抱怨又撒娇。夫君总是跟我说有劳，实在太客气了，不像我的丈夫，倒像我一般的病人，一点也不好。那日后不说了。本就不该说。夫君今日心火旺不能泄，昨夜未能好眠，当次肾水，风随前阳，或调和阴阳，合理泄阳。这也能看出来。其实夫君如果……话还没说完，萧定州心脏猛地跳动。将军，老夫人院里来人了。程阳说完了，才发现将军和夫人的神色似乎不太对劲。
老夫人可有说是什么事啊？也不是什么要紧的事儿，就是老夫人想请您过去叙叙话。既然不是什么要紧事，回老夫人的话就先不过去了。我刚醒来，院中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夫人。咦，这是担心她被老夫人欺负吗？啊，老夫人只是请二夫人过去说几句话。二爷若是需要帮忙，不如请福寿堂的人过来。将军，既然老夫人要叙话，我还是去吧。待我回来再陪你可行？只是一会儿，很快就回来，没事的。桂嬷嬷看着这一幕有些意外，二爷似乎对新夫人很是看重，这得回去和老夫人说说。嬷嬷走吧，别让老夫人久等了。林初和走了。将军是要在这里一直等夫人吗？真没想到将军如此依恋夫人。果然军营里那些兄弟说的对，娶了夫人男人就变了，自动会疼人了。去书房，让他等着。他不是很能干吗？挫一挫他的锐气。桂嬷嬷进去了好一会儿，还不见人出来。得，林初和懂了。哦，恶婆婆剧本啊！这剧本他熟悉呀，原主当初也是被这么折磨的。你去跟老夫人说一声，将军刚醒来，实在离不开我。老夫人若是不着急的话，我就先回听风院了。好，让他等一刻，他都不乐意，让他进来。请老夫人安。林氏，你既然已嫁给了定州，便是荣国侯府的人，凡事都应以荣国侯府为重，以定州为重。老夫人说的是，定州在处理陈儿这件事上带着火气呢，过了些。你作为定州的妻子，就应该以府门和睦为主，劝一劝定州。老夫人说的没错，家和万事兴。偌大一个荣国侯府，必须以规矩为正，不然出门在外行事不正，给侯府招来祸端，导致家族不宁。我回去便与将军说，与老侯爷商量，昭告族中弟子，引以为戒。老夫人差点一口老血喷出来。什么？我说的是这个意思吗？林初和满脸真诚。老夫人也知道，大家一向都说我木讷，请老夫人明示。老夫人深吸了一口气。哎呀，我是让你劝一劝定州，免了陈儿的责罚。林初和说。哦。林初和应了。怎么？你知道如何做？林初和摇头。不知，但为了不让将军生气，又能替老夫人传话，我回去会好好想想的，没准3、5天就能想出来，再不济10天半个月也行。林氏，你是故意跟我作对？老夫人，您生气了吗？世子再怎么说也是您的孙子，您为了他的事情，再气也不能不顾自己的身子啊。嘿呀，好，黑白呀，就是这么被林氏给颠倒的。老夫人再次被气晕了过去。林初和大惊，立刻跑到门外。来人啊，叫府医来呀！老夫人因世子的事气晕了。1刻钟之后，林初和回到了听风院，一回来就直扑书房。夫君，不好了！怎么了？老夫人又晕过去了。老夫人说让我劝劝你，家和万事兴。我说我会回来想办法劝你的，没想到老夫人为此忧心不已，竟然支撑不住晕过去了。唉，老人爱孙之心，真是让天下人可怜啊！不必担心，府中多事之秋，老夫人只是急火攻心。林初和说。真的吗？真的不是我的错吗？自然不是，夫人安心便是了。将军，夫人，你俩上辈子是梨园名角吧？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的，这一个能演，一个纵容，这可还行啊。于是1刻钟之后，全府上下都知道了，这老夫人为了世子，担心的刚醒来1刻钟又晕过去了。世子真是不孝啊，尽让老人家担心。于是老夫人刚醒来，知道了府中情况，又晕过去了。唉，天见可怜的呀。临近中午的时候，宫中来了太医，说是陛下知道了定国将军醒了，派太医过来诊平安脉。太医，将军的身子如何？将军醒来真是上天开眼，只是当年受伤过重，如今能醒来已是万幸。将军武功尽失已成事实，双腿毫无知觉，筋脉受损过于严重，恐怕难以恢复了。能捡回一条命已是万幸。若将军有需要，还烦请您上门诊脉。小骗子，太医的诊断与夫人的不一样，夫人不担心吗？啊，该担心的不是夫君你吗？我的意思是，我只相信自己的判断。夫君不觉得是我判断错了吗？毕竟今日来的可是太医院的副院长。但我觉得夫人医术胜人，恐怕不止跟着嬷嬷学出来的。果然忽悠不过他。其实我有一个师傅。你说，我听你怎么胡说八道。谢谢配合我演出的你。林初和就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几年前，林府后门住下了一位邻居老伯，恰好懂得医术。有次我脸上起了疹子，不敢告知家人，幸得那位老伯救助。我平日无事，便偷偷瞒着家人与老伯学习医术，想着为自己谋个安身立命的手艺也不错。没想到我颇具天赋，竟将老伯的手艺学了7、8成。他觉得夫人在忽悠自己的同时呢，也在炫耀自己，但是没有证据。林初和表情十分真诚，甚至能说出师傅的名讳。老伯见我天资聪明，于是收我为徒。离开之前还告知我名讳林征，与我一个姓呢，是不是很有缘？是挺有缘的，懂得一门手艺也是好事一件。若是我日后出门为他人诊治，夫君允许吗？自然。夫人虽然嫁给了我，但凡事仍有自由，自然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真不愧是被作者偏爱的配角人设，
萧定军简直是完美夫君，父亲真好，在我心中是天地间最好的男儿。是吗？世间还有更多好男儿，那又如何呢？都与我无关，他们也会配上世间其他的好女子，而我的夫君是切实在我身边的。我知道他16岁上战场，是陛下封的最年轻的飞云将军，一路加封，是大晋的定国柱梁。我能看到的是他为人心智坚定，有勇有谋，文武双全，高瞻远瞩，舐犊情深。好了，为夫相信夫人的话，夫人也是世间极好的女子。自然，不然我又怎会认识将军呢？哇，我去厨房看看。不可，你眼下的身份不能去刺他。来人，请江姨娘回去。让开，别拦我！母亲，你别忘了，就算我现在是凌晨哥哥的侧室，可我爹是魏国公，我姑姑是太子妃，他们不会让我一辈子做一个侧室。凌晨哥哥，侯夫人反应过来，咬了咬牙，算了。萧凌晨伤势很重，凌晨哥哥，你忍忍，我让明日就让父亲去求永福长公主。算了，然儿，莫让岳父为难。本来成亲的事情便已经让他发怒，可我怎么忍心让你这样受苦？二叔真是狠啊！双腿残废的将军还能成事，日后荣国侯府还不是我当家，我说了算。这笔账我必然会讨回来的。亲水之辱，两人也会记得。夫人，不好了，二公子发病了！林初和猛地站起来，刚出去就碰上了从书房过来的萧定州，二人快速的往景哥的房中走去。将军，夫人，二公子是在睡中发病的，眼下已经没有心跳了，小的该死，小的该死！他立刻跳上床，跪在景哥的身侧进行心肺复苏。这一动作吓呆了在场所有人，包括郑阳。如何？夫人还需要什么？哎呀，这太医怎么还不来？情况危险。林初和暗恨最趁手的银针不在身边，也没有更好的手术室条件给景哥进行心肺复苏，哪怕来一支肾上腺素也行啊！脑海里的念头刚刚闪过，林初和便听到了一个声音，空间里放着肾上腺素的药柜无声打开，药房的运药机械臂将肾上腺素拿出来给了他。这林初和心想，空间这么狗的吗？这不到危急关头不给用，他还能滥用不成吗？你们都出去，把门关上，我要给景哥做治疗，没有我允许都不许进来。程阳，把门守住，不许任何人进去。将军，太医来了。将军怎么了？不必了，先候着。太医来了，父亲，母亲一个人，不需要太医帮忙吗？二弟呀，我刚刚听说景哥发病了。哎呀，这真是的，弟妹才刚刚将孩子接过来，孩子就发病了。我就说嘛，这院子里的下人都被处理了，谁来照顾孩子？景哥身子本就不好。嗨，哎呀，弟妹呢？这种时候怎么不见他人呢？闭嘴，程阳，丢出去！程阳摩拳擦掌的，在即将动手的时候，房门从里面打开。林初和说道：“没事了，景哥已经醒过来，脱离危险了。二弟，母亲，没事了，好好休息。没事的，睡吧，有我在，不会有事的。”其余人也都退了出去，倒是太医留了下来，给景哥把脉。二公子竟是心急之症，方才分明是危险的，竟能化险为夷，稀奇，真是稀奇！太子有心急之症，整个太医院都研究过心急，这到底是如何做到的？景哥身子虚弱，大夫诊断是心气不足，方才是梦中喘气困难，幸亏夫人懂得推拿之术，才缓解了景哥的疼痛。情急之下都有得罪，请王太医见谅。将军爱子之心，无妨，原来如此。老夫以为是公子病发，夫人竟懂得心急疗法。萧定州这话显然是有意隐瞒他的能力。我哪里懂得心急疗法，就是家母曾患病，因此学了些推拿之术，略懂岐黄而已，方才不得已为之，还请王太医诊断，不知景哥如何了？王太医点头，心想自己方才还真是想差了，定国将军夫人一介女子，怎么会懂得治疗心急呀？于是他给景哥诊脉之后，又开了药方，提醒了日常的注意事项，这才离开。哎呦，二弟妹呀，我就说院子里人少就是不行，景哥那孩子娇气得很，我看呐，还是留些人下来照顾得好。你是你做什么？你放开我！哼，你午后见过景哥，明知道他对蒜香藤的花味过敏，却仍旧以此刺激他，你安的什么心？我没有，你胡说八道什么？什么？林初和抓着侯夫人的衣领不放，冷冷地说着。景哥刚醒来时我问过了，他午后见过大嫂，大嫂的手上有蒜香藤，他闻过之后觉得胸闷，他知道自己对蒜香藤的味道过敏，便快步离开，生怕起疹子。但对心急之人而言，过敏的味道也会诱发心急，说是晚一点，景哥的后果不堪设想。侯夫人心慌意乱，他也不知道会这样啊，他只知道景哥闻着蒜香藤之味会长疹子，他就是气不过林初和不给自己面子，老夫人也奈何不了他。这见到景哥的时候就心念一动，想让景哥因此生病，好找个理由说林初和这个做继母的照顾不好孩子，让3个孩子与他离心。不是的，我没有，你身上的蒜香藤味道还没散完呢。二弟，你不要听律师胡说八道，他这是在离间我们侯府，分明就是他自己不尽职，没有照顾好孩子。大嫂的意思是让我对你身边的动刑，看他们能不能替你守住秘密吗？你敢？萧定州，你算什么人？去让大哥过来。
陆风风一般的飞走了，很快就将荣国侯给带了过来。等他过来的时候，就看到自己的夫人狼狈的倒在地上。夫人，二弟，你这是做什么？这是你大嫂。大哥自己问问吧，问完了给我一个交代，不然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处理了。侯爷，你要为我做主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哪知道景哥这孩子有心急，都说是心气不足嘛。心急？你做了什么？还是我来说吧。林初和三言两语的说了事情的经过。就算不知道景哥有心急，难道景哥对蒜香藤的味道过敏也不知道？这侯府上下难道没有吩咐过府中为何有蒜香藤？大嫂到底安的什么心？荣国侯气得一巴掌打下去，侯夫人直接被打懵了。她嫁给荣国侯之后，这还是第一次被他打。侯爷，你真是……哎呀，丁州啊，这件事是你大嫂的错，她这段时间太忙了，才有此疏漏。我跟你保证，日后绝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疏漏？你大嫂是累糊涂了，你放心，这5日我一定让她好好在院子里思过。日后侯府上下都会小心注意，若有不尽心的，即刻按规矩处理。说是这么说的，荣国侯则是暗暗的咬牙，他这个弟弟呀，真是难以应付，一个养子也值得他这么尽心。那就希望大哥记住今日的话，大嫂若是再有下次的不小心，我刀剑恐怕也不长眼。大嫂若是再有下次的不小心，我刀剑恐怕也不长眼。为了让景哥好好休养，我一会儿让人备一份礼物过来。没事的，你二哥等下就醒过来了。院子外，萧定州感慨道：“侯府内部不稳，让夫人受委屈了。委屈的不是我，是孩子们。朝堂上的事情，夫君考虑就好，我来配合你。大哥，母亲呢？你感觉如何？还好吗？嘿嘿，一点不舒服也没有。我觉得我像是没有生过病一样。金哥醒了，怎么样？没事了。林初和点头，那就行。这就结束了，就不多问一句吗？那给你的。奖励我们家景哥这一次坚强的战胜了病魔。我又不是小孩，才不要蜜饯。那行，琛哥是小孩，给琛哥。好了好了，不笑你，先吃几个蜜饯，等下吃药可是很苦的。蜜饯真甜，真好吃。愣着干嘛呀？不想吃啊？这可是我专门做的呢，外面都买不到的。哦，多谢母亲。景哥怎么哭了？我没哭，是眼睛进沙子了。哦，那需要我帮你把眼睛从沙子里拿出来吗？讨厌你们！我就是感动，怎么了？又没人这样关心过我。我小时候也没有娘，不知道有娘是什么感觉。我感动一下，怎么了？好了好了，以后你有娘了呀，日后出门你就可以大声宣告，你娘呢是天底下最好的人，不但精通医术，还长得闭月羞花沉鱼落雁，还会做蜜饯，性子又好，跟你们能打成一片。日后还有更多本事让你惊喜，到时候全京城的同龄人都羡慕你有个好娘。景哥他悠悠道：“您这是自卖自夸，你就说是不是？”哼，当然，能做我萧景的娘的是天底下最厉害的女子。林初和受之无愧。英雄所见略同。那我能抱一下不？你说什么？没什么，没什么。好，琛哥也抱抱。我都这么大了，你怎么还把我当小孩抱抱？哎呀，这嘴硬和傲娇，遗传谁的？于是萧定州推着轮椅过来的时候，就是母子4人嚼吧嚼吧蜜饯的馋样，就连严哥也在吃。于是全屋就萧定州没有吃蜜饯。父亲，你们有蜜饯吗？我不吃。蜜饯是娘亲自做的，我的是梅子，琛哥的是葡萄，大哥的是山楂。爹，你没有。幼稚。是筷子用的不好是不是？是娘忘记了，我们琛哥还小，这筷子太长不好用，明日娘让人给琛哥打一副合适的筷子，好不好？夫人的话听不懂。哇，琛哥真棒，竟然能自己舀起了青菜，琛哥太聪明了，还知道吃一口青菜再吃一口肉。于是饭桌上除了林初和的夸夸，还有琛哥的咯咯咯的笑声。换亲这种事儿只会让我们林府丢脸。我这2日在翰林院同僚问起这件事，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算了，事已至此，幸好还有永福大长公主求得的赐婚圣旨，话说出去也不算太难听。娥儿嫁给萧定州也未尝不是好事，日后可以帮帮云儿。爹，林文燕不满。萧定州现在什么情况？满朝文武都知道，百姓也知道，那还能指望他站起来重新领兵打仗？他能帮到妹妹什么？二妹也是真的傻。当日的情况明显永福长公主是护着他的，他还不如说自己回府。日后我们再给他安排一门亲事，还能更好的相助云儿和太孙。陛下已经年迈，太子又身子羸弱，陛下早就封了太孙，是个人都知道怎么回事。这皇位啊，迟早是太孙的。住口，这是能说的？家里也就我们，父亲莫气，儿子不会去外头说的。行了，都别说了，
等会何儿带着萧定州回来，好好招待就是了，看看那萧定州到底恢复的如何了。这都晚了1个时辰了，还不见人？我看他萧定州也没多将我们林府还有二妹放在心上。林父瞪眼过去，外边很快传来了二小姐带着姑爷回府的通报。走吧，去迎接定国将军。萧将军有失远迎。岳父大人，今日是家宴，没有同僚，只有翁婿，无需客气。哦，对了，这是小儿萧琛。琛哥，这是外公，这是外婆，这是舅舅。啊，父亲母亲莫要见怪，琛哥年纪小，还不会说话。啊，这……林母脸上奇怪，这孩子看起来应该也有3岁了，还不曾说话，莫非是有什么病？他待会儿可得问问。3人没跟一个小屁孩计较，将萧定州请进了门内。男人之间有男人的话题，林家上下对换亲的事情没有过问一句，只问了林初和在荣国侯府过得如何。得到林初和一句都好之后，便将注意力放在了萧定州的身上。和儿，让你父兄与萧将军说说话，我们娘俩也去后院说些话。林初和应了一声，带着琛哥过去了。去后院的路上，林母不满：哎呀，你跟我来便来了，还带着一个孩子做什么？林初和说：琛哥今日闹哭，离不得我。你既然嫁给了萧将军，日后就是萧将军的人，处处都代表着人家的脸面的，言行之举要有度，免得别人说我不会教女儿。林母一直是碎碎念：我听说萧将军共有3个养子，到底是养子，不是自己亲生的，长大了与你也不会多亲近，你要尽快生下自己的子嗣，将将军名下的一切都揽到自己孩子的身上。那养子什么的不必太放在心上，等他们日后长大了，自己独立成家也就差不多了。母亲觉得自己很会养孩子吗？什么？你说什么？琛哥，去那边的小亭子玩好吗？娘亲要跟外婆说几句话，等一下就继续陪你好不好？琛哥抱着林初和的大腿乖乖点头，走之前还不忘冷漠地看了一下林母。母亲若是会教养孩子，又怎么会生出大姐这样利用他人来毁了妹妹一生的孩子呢？换亲这么大的事情，母亲竟然一句也不过问，是因为害怕我当堂说出这其中还有你们十分看重的太孙妃的手笔吗？你胡说什么？这件事与你姐姐何干？林初和，你莫要觉得自己过得不好就污蔑你姐姐，让你姐姐受累。切，急了！如果不是母亲帮忙，当日我大婚的时候，身边的人怎么会是李嬷嬷和彩环，而不是一直以来伺候我的林嬷嬷和清霜？可如今萧定州不也醒过来了吗？我看你们夫妻和睦，过得也挺好的，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再说了，日后如果萧将军恢复了，你在他耳边多说说，一起为太孙做事，帮你姐姐，与你的未来甚至他的未来，不也是好事一件？哎呀，你姐姐是你亲姐姐，她还能害你不成？所以你们为了林逸云的未来就牺牲我？哎，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我这不也是为了你好？有时候真怀疑我到底是不是你们亲生的？难道你对我心里有怨？你怎么不是我的孩子？我10个月怀胎生下你，你小时候我一把屎一把尿的养你，你生病了我一代不解的照顾你，好，如今你嫁人了，反倒过来这样质问我，我可真是自作孽呀，白白养了这样的女儿啊！早知道当年我们娘俩死在乡下里，也好过现在这样啊！娘，怎么了？小妹，你到底对母亲做了什么？竟惹得母亲如此伤心，你简直不可理喻，还不赶快下跪给母亲道歉！我究竟养出了什么白眼狼啊？我这么多年来为了你们3兄妹殚精竭虑，到头来你妹妹竟然怪我偏心你们，我干脆自己回乡下住算了，我怎么做都不能让你们满意呀！这是什么混账话？父母何曾偏爱我们？小妹，我看你是心大了，还不跪下给母亲道歉？你看什么？我在看我的好大哥这副愚蠢的样子，入朝为官要如何坏了大晋的国运？林文彦顿时恼羞成怒，扬起手就要给林初和一巴掌。不可理喻！我看你是疯了！林初和一抬手就抓住了他的手腕，甚至林文彦都挣脱不开。你，哼！我说，母亲联合大姐，暗中促成江氏与萧凌晨的换亲之计，偏爱你们。怎么可能？云儿不是那样的人，你真是不可理喻！不但惹母亲伤心，竟然还将脏水泼到云儿身上。可是母亲承认了呢，是不是母亲？啊，母亲！林母的脸别过一边。你到底要怎么做？如今的结局对谁都好，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难道你要让我们全家都遭受牢狱之灾吗？你父亲、你大哥的前程，你都不关心了，老大了，对你有什么好处？还有你姐姐，她
是什么身份？你如今过得好好的，为何就要让所有人都过不好？你如今不也过得挺好？将军夫人还不能满足你，你还想做什么？我看你是硬气了，什么话都敢说，以为萧定州能给你撑腰了？就这样不尊重父母和兄姐？我告诉你，萧定州也不过是个废人。林文艳的话与林初和的巴掌同时响起，林文艳被林初和打了一巴掌，半边脸都肿了。闭嘴！凭你也配说萧定州？他不是废人，但你若喜欢这个称号，我可以送给你，让你成为名副其实的废人。你反了你，金哥大人！同一时间，原本在别墅玩的陈哥像个小炮弹似的冲过来，嗷呜一口咬住了林文艳的小腿，小眼神奶凶奶凶的。陈哥，我要打！陈哥，你会说话了？大人，骂娘亲！娘亲明明那么好，那么不但骂人，还打人，坏人，保护娘亲。好，爹知道了，绝对不让人欺负母亲。阿和，过来。萧定州朝着林初和伸手，一声熟悉的称呼，让林初和从陈哥突然会说话的惊讶中反应过来。叫的还怪亲热的。喂，这就犯规了啊！林大人，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又叫林大人了？不是说今天只是家宴，没有朝臣同僚，是有翁婿吗？萧将军，这都是误会，误会。小林大人要打我妻儿，这也是误会。方才若不是我来得快，我妻儿如今是什么情况，大家都能料想得到。萧将军有所不知，其实是小妹说话冲撞了母亲。哦，是吗？萧定州又问。夫人一向脾气温和，敬爱长辈，我只觉得她说话温言细语，十分善解人意。不知说了什么样的话，冲撞了林夫人。小妹就算嫁给将军了，怎么也是林家的人。林家若是教训女儿，将军也不能阻拦。可阿和如今是我的妻子，我妻子无缘无故的受人欺辱，我这个做丈夫的也不能不问。还是两位林大人觉得本将军的面子不用看了，今日无缘无故教训我妻儿，明日就能踩在我家的门匾上，我甚至连吭声都不能。轻飘飘的话让林大人和林文艳的脸色都十分难看。小妹言语无状，连我做兄长的都打。说完露出半张被打肿的脸，一个巴掌拍不响。我还是那句话，夫人温和有度，从不动手打人。不知林大人说了什么？他骂人！陈哥乖，跟爹说说他如何骂人。废人，骂废人！说完，萧定州满眼杀气地看向林文艳，林父差点腿软当场跪下来。看着萧定州的脸色，直接过去给林文艳另一边没有肿胀的脸上就是一掌。孽子，还不快给将军谢罪！老爷，将军，这一切都不关燕儿的事啊，都是我不会教导儿女，让儿女为了我发生矛盾了，请你不要怪罪小儿。夫人，打疼了吧？其实还好，再过1刻钟就恢复了，请恢复好吗？谢谢。看来贵府实在看不上本将军。既然如此，本将军也不好意思舔脸留下。只是本将军的妻儿在贵府受到了委屈，本将军实在不知道该如何才好。林夫人竟然还口口声声说自己不会教子，让儿女发生矛盾。林大人莫非也觉得这件事情里我的妻子有错吗？萧将军说的是犬子言语无状，该按家法鞭实，罚跪祠堂3日。将军您看如何？林大人法子与本将军何关？林大人觉得合适就是合适，还不给将军道歉？萧将军见谅，方才是文燕言行无状，冲撞了将军，实非有心之过。萧定州垂头，理都不理，而是盯着林初和。夫人，我们回家。陈哥牙龈受伤了，需买些药回去处理。好，该跟林夫人说的话我已经说完了，之后我不会再回林府。你这是何意？我的意思应该不难懂吧？需要我再解释的话，我可以请一份断亲戚。你竟敢！林初和说完，留下满脸震惊的林家人，扭头就跟萧定州出去了。之后我在的地方就是夫人的家。夫人从前在林家必定是受了极大的委屈，如今才这样。夫人今日维护我，与林家发展至此，是我来迟，差点让夫人受伤。夫人受委屈了。他们实在太过分了，竟然说出那样不堪入耳的话。我既然嫁给了夫君，便与夫君一条心。何况父母偏爱兄姐，自小对我敷衍勉强。我并不喜欢林家，我还是喜欢和夫君一起的家。好，为夫努力，必定不让夫人为今日的举动后悔。林初和内心想，我才不会后悔，能有今日的局面，那可都是我推波助澜而得来的。林初和的心思如今不在自己和萧定州的身上，而是在琛哥的身上。琛哥刚才说话了，林初和还想让他再说，但琛哥不，又变成了那个少言寡语的小孩子。没关系，琛哥想说的时候再说好不好？不过啊，琛哥说话真好听，娘亲好喜欢呀，真希望天天听到琛哥叫我，那样娘亲啊一定会是天底下最幸福的母亲。旁边的萧定州心想，夫人惯会骗小孩啊，爹爹也是这样想的，对不对？说完，大眼睛真诚地看着萧定州。萧定州一秒改变想法，是。半路上，林初和察觉到空间药房给他拿出了一些口腔治疗的药物了。果然，空间的尿性再次验证了他的想法。眼下，只有在有需要的时候才能用到里面的资源。小气，但他不能直接拿出来。于是让车夫停了马车，去了一趟药房，捡了些药，
顺便跟一堂的掌柜定做了一套银针。元哥、景哥，跟你们分享一个好消息，今日琛哥啊说话了。真的，琛哥，叫二哥快点叫，琛哥怎么不说呀？琛哥想说的时候自然会说的，你们先别着急。好吧，二哥。景哥愣了一会儿，兴奋地忘记自己是个病人。琛哥叫我了，琛哥叫我了，太好了，再叫一声。好了，琛哥要被晃晕了。对不起，琛哥，二哥不是故意的。琛哥会叫大哥吗？大哥。真怪，琛哥怎么会突然会说话的？还有药粉是怎么回事？受伤了吗？林楚河心想，这总不能说他今天欺负别人的时候被琛哥看见了，然后琛哥以为别人要欺负自己吧？这不是皇额娘推了他西娘娘吗？哎呀，罪过！琛哥咬了脏东西，你们母亲给他用了点药。到了晚上，琛哥已经变成黏哒哒的小团子了。二哥，我。哎呀，他已经变成了一个没有力气说话的宝宝了，娘亲还要笑。不说话，要多吃肉肉和菜菜，让娘亲夸。没爱了呗，就不要二哥了。吃饭，不许说话。景哥的前世也没有那么话痨啊，这才多久性子都变了。变化的主要因素就是母亲。不但会医术，性情也这般开朗，为人也十分犀利。他不像是前世的那个继母，他是谁呢？三弟，告诉大哥，在林家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欺负母亲。大哥知道你记性好，别人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你都记得住。你告诉大哥，他们都是坏人，保护母亲，打坏人。严格发现自己突然获得了前世的记忆之后，就积极查找相关的书籍来探究究竟。他获得了前世的记忆，是否这身边也会有人这样啊？比如林楚河就发生了很大的转变。那么发展此类事情的契机又是什么呢？林楚河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就觉得严格这孩子在温柔的表象之下多了一丝丝的深沉，只在内心感叹不愧是将来的双面间谍。对于严格对他懂医术好奇这件事儿，他的说法跟对萧定州的说法是一样的，这是无懈可击的，反正是真事儿，只是完全不真而已。回门之后，于林楚河而言，最重要的孩子们入学和萧定州身体恢复的事情，严格的腿需要神经修复药，空前暂时不给他，就说明还不到时期。镇南王已驾，主要守护大晋南部，防止越族来犯。朝廷对他们多有忌惮，前难进，后难退。镇南王又是异姓王，与陛下的关系微妙，朝廷是不是应该多关注越族那边的情况？你有何想法？儿子都是空谈之论，觉得就算镇南王有子嗣留在京城，不会轻易有不臣之心。可镇南王身边的人未必如此觉得。当年老镇南王和陛下一起打天下，但却因陛下率先攻下京城2等级，封了结拜兄弟镇南王的封号，但人人皆享有从龙之功。他们是否真的甘心？若是越日以利诱之，拿下岭南，同样给他们封王，甚至更大的权力，他们能经得住诱惑吗？你能想到这点很好。路过的林楚河心想：好家伙，严哥，你真不愧是将来的双面间谍啊！不过这是巧合吗？严哥怎么会突然提到镇南王？你母亲也曾问过我类似的问题，以你看应对之策是什么？母亲也提到了方氏局势。怎么？你似乎对你母亲关心南方的局势很是好奇啊。只是有些意外，母亲很有远见卓识，儿子佩服。萧定州沉默，神色虽无变化，心中却有异样之感。严哥这孩子不太对劲啊。好家伙，严哥这孩子根本不是少年人的好奇心啊。林楚河迅速回忆起这几天跟严哥相处的点点滴滴，他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不会捅了穿越重生的窟窿了吧？严哥难道跟他一样？不对，如果这样，严哥岂不早就发现了他的不对劲了？应该是巧合。林楚河暂时安慰自己，心想要不要找个时间来试探试探，不然这得多冒昧呀。林楚河还没试探，萧定州却说要先带他出门。去哪里？去见永福长公主。好啊，带上孩子们一起去吧，他们这2年也鲜少出门，刚好也跟着去拜见永福长公主。这种在大佬面前刷脸的机会可不能错过。萧定州点头，于是一家人是高高兴兴地出发了。马车上，萧定州简单跟孩子们说了一下永福长公主的性情，林楚河也才真正了解了书中这位隐藏的大佬之所以得到太章帝的爱重，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曾跟太章帝一起打天下，成立了一批娘子军，年少的时候还救过太章帝的命，为此伤了身子，导致不能生育。长公主的旧疾又发作了。长公主今日醒来受了风，这才引发了旧疾。既然如此，今日让长公主先休息，我改日再来拜访。这都说的什么话？一点旧疾而已，我还岂不来了不成？你们来都来了，我岂能不见？何况这是定州第一次带着媳妇来拜访我，我岂能不见呢？哎呀，这孩子请太医瞧过了吗？这腿伤可还能治？谢长公主关心，瞧过了，眼下已经在治疗。哦，那就好，那就好。谢谢长公主。哎
日后啊，管叫姑婆，不要叫什么长公主。姑婆，这小家伙自从开口之后，对听风院外的人一向鲜少搭理，却对永福长公主这么积极，跟谁学的？是个好孩子，少年人多朝气。日后你们要是不嫌弃的话，便多来看看我这个老太婆子。孩子们闹腾得很，只要长公主不觉得他们吵闹，少了清静就好了。永福长公主笑得开心，倒是十分关心林初和在荣国侯府的情况。很好，将军很好，孩子们也很好，过得很开心。母亲变化可真大呀！娘好会说啊，学到了，学到了。不过很快永福长公主就因为头疼的有些受不了，脸上的难受不容忽视。林初和和萧定州对视一眼，满脸写着让我来，让我来，我可以。怎么回事？有一种夫人急于给自己找靠山的错觉。长公主，阿和懂些医术，不如让他给您看看。又从萧定州的口中叫出了这声阿和，还是这种他十分喜欢的声音。哦，阿和竟然懂得医术，略懂一些，不知公主愿不愿意给我把脉看看？定州相信你，我自然也信你。姑婆，我娘的医术可好了，大哥的腿也是娘治的，大夫都说治不了了呢，我娘就说不是问题。孩子们身子不好，成亲后都是阿和在看，他医术很好。你这孩子还说自己会一点儿，这样谦虚，是怕我将你留在公主府，不给你回去吗？公主若是叫我留下来，我高兴还来不及呢，岂会担心？我就是想将你留下来，也得看定州乐不乐意，还有3个孩子愿不愿意呀？娘就要回去。今儿哥也立刻紧张兮兮地站在林初和的旁边。永福长公主看着这个架势，就笑得合不拢嘴，感觉头疼之症都减轻了。可见林氏真是个好的，不然定州和孩子们也不会这么喜欢他，会这么喜欢他。林初和很快就确定了永福长公主的头疼之症是年轻时候遗留下来的问题，虽有生理因素在，恐怕是跟情绪也就是心理因素的关系是比较大的。有故事啊！可惜眼下没有针灸针，不然针灸片刻即可缓解，再服用药物治疗，日后便可缓解，减轻疼痛。玉珠立刻道：府上有太医留下的针灸针，公主可愿一试？你既有办法，当然要试。林初和立刻让清霜将自己简单收拾的药袋拿来，在永福长公主的疑惑中简单解释：几个孩子都身子不好，我不太放心，出门的时候总会备些药物。其实不是，是做个障眼法，不然的话，他总不能凭空的从空间药房里拿出各种药来，那不得吓死人呢。清霜很快就拿来了药袋，林初和从中拿出了一个小药瓶。舍不得回去了，长公主府好玩吗？好玩，比侯府大，姑婆对我们真好，比侯府的老夫人好多了。爹，那是谁家的马车？我们一走他就来拜访姑婆。镇南王世子的。镇南王世子也在京城。夫人很关心镇南王府的事儿。我就是好奇，镇南王世子不在岭南，怎么在京城呢？这不好办多了呀，暗中给镇南王世子递消息，让他提醒镇南王注意越族的动向以及内部生乱，或许可以避免许多事情。殊不知严格内心也刚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陛下体恤，将镇南王世子与镇南王妃都接来京城居住。林初和的内心翻了个白眼，什么体恤和接来京城居住啊？是把人镇南王的儿子扣在京城，防止人家镇南王府反了吧？林初和倒没多问镇南王那边的事情，只是回去的路上下车给琛哥买糖葫芦的时候，发现这街上很是热闹。是什么日子啊？这样热闹？母亲忘记了吗？太孙前2年上奏，逢正10日，朝廷便在望江楼开办雅集，祝大晋文风鼎盛。有传闻说这提议还是太孙妃跟太孙提的，这是真的吗？真的是太孙妃提议的吗？母亲可知道？林初和心想，嘿，这咋回事啊？有种感觉呀，这小子是在试探他呀。太孙妃虽是我姐姐，但这件事我也不是很清楚，我只是忘记今日是什么日子了。你不要乱想啊，你小叫做坏事。你近来尤其关心岭南的事情了。眼下父亲醒来，虽双腿不便，但若岭南生变，镇南王府内部生乱，陛下恐怕不会派最有实力的燕王出兵，可能会让父亲出去。甚至太孙即便不上战场，以父亲对兵法的熟悉和对战略的运用，也能推动整个战局的变化。你近来对朝局很有自己的想法。父亲说，母亲也关心南方的局势，儿子便多关注一些。这小子难道以为自己藏得很好？燕哥，你对你母亲是不是有所疑问啊？林初和带着琛哥过来的时候，听到的就是这句话。林初和瞬间一个机灵，好家伙，他还没试探呢，这小子就从他爹这找突破口啊！儿子不敢。燕哥，你心中有事，暂时不愿意说，也可不说。但你需记住，你也是我的孩子，若遇到了难以解决的事情，叫我帮你是应当的。我理解你这么多年受了许多委屈，内心对他人不敢轻易相信。我也知道你的出发点是为了我和你弟弟们，你母亲也如你一般，有些话还不会对我讲，但她对你们的情分，你应当心中有数。每个人心中都可以有自己的秘密，君子论迹不论心，此话适应你我，还有他人。儿子知错了，日后不会再犯，请父亲责罚。萧定州有这样的心态，做什么不成功呢？夫君，严哥，你们在说什么？夫君，严哥，你们在说什么？
再跟严哥说一些岭南的事情，也提到了夫人。说我什么？母亲也很关心岭南的局势。咱们武将之家多关心一点各地的变化是应该的，要有居安思危之心。夫君，你说对不对？自然。儿子先回房读书了，不打扰父亲和母亲。唉，夫人何故叹气啊？夫君跟我说说，当年是怎么收养严哥的吧？哦吼，小子，看我能不能揪出你的小尾巴。林初和暂时没有揪出这严哥的小尾巴，倒是获得了一个消息，是来自青松院的。林姐姐如今日子过得如何？听说前几日林姐姐回门，将军不过午就回来了。江姨娘，按理说你应该叫我一声二婶的。哦，不对，姨娘是妾，如何能这么称呼呢？你还是叫我一声二夫人吧。林初和，你得意什么？以为自己现在过得舒服吗？我告诉你，我才是萧将军曾经的未婚妻，我不过是嫌弃他才让给你，跟我相比你有什么？哼，你恐怕不知道，萧将军之所以责罚凌晨哥哥这么严重，就是因为对眼下的婚事不甘心，不甘心就是对我念念不忘。若非不想我成为凌晨哥哥的妻子，他为何如此生气重罚凌晨？林初和心想，哎呀，完了完了，他这替人尴尬的毛病好不了了。这江月然跟萧凌晨真不愧是一对自作多情的 CP 呀！眼下是看着萧定州醒过来了，这心中又生了别的主意。是吗？可是将军对我极好呢，连我端个茶都舍不得，对我爱的一刻钟都离不得，还夜夜所求无度。你瞧瞧我每日睡到日上三竿，错过给老夫人请安就知道。哎，也不是我要刺激你，2年前的那个婚约，将军自己都不在场呢，连你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不过你倒是提醒我了，将军不高兴，大概是因为我曾跟萧凌晨订婚吧，毕竟当年的订婚可是萧凌晨自己同意的呢。对不起了，小听众，我也不是故意的，反正你听不到。你简直不知羞耻！林初和冷笑，哼，真是好笑。到底是谁不知廉耻啊？别人不要的狗，你倒是爱得很。本来我不计较的，你非要到我跟前恶心人呢。林初和猛地抬手掐住了江月然的下巴。你什么玩意儿啊？也敢惹我？我就警告一次，再有下次，你怎么死都不知道。但我可以告诉你，我会用极薄的刀片，一片一片，将你割成鱼块那么薄，端到萧凌晨的餐桌上。我保证，没人知道，还让他吃得十分开心。喜欢这个结局吗？江月然瞬间被吓得脸色苍白，定在了当场，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太可怕了，林初和简直太可怕了。萧定州知道林初和是这么恶毒的人吗？林初和哼了一声，放手。经霜跟在他的身后，满眼崇拜。夫人真是太厉害了，您真是大胆，竟然能想出这样的办法吓唬江姨娘，奴婢都被吓着了。哼，谁说我是吓人的啊？吓你的啊！夫人，您吓死奴婢了。不过您方才说的那番话，实在是……您下次别说了，您都没跟将军圆房呢，怕什么？就我们听到，将军又不在场。严哥刚从外面回来啊？儿子去外面买了几本书。买书好，买书好。今日准备入学的事情，可有遇到困难？若是遇到的话，要及时说，母亲帮你。谢过母亲，儿子没有困难。那一起回听风院吧。母亲日后再骂人，还是顾及一点父亲的面子好。毕竟父亲虽然暂时病居在家，还是在朝廷做官的。这小子，儿子先回去了。哎，等等！严哥到底还是停下来了。严哥啊，其实那些都是玩笑话，你会帮我保密的对吧？不会去说给你父亲听的是吧？女人间气人的话，就没有必要让另外的当事人听见了吧？你也要顾及你父亲的面子对吧？当然，你要是说，我也不会怪你的。严哥心想，倒也是，毕竟父亲若是做不到母亲说的那样，也挺没有面子的。知道了，母亲。行了，母亲相信你，言出必行。去吧，回去看书，争取考个好名次。母亲似乎总是十分坚定，只要我参加科举，一定能取得好名次。嘿，这小子又来抓他的小辫子了是吧？将来怎么了？母亲很是笃定将来的事情，将来前途无量啊！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母亲日后会借你的光，过上更好的日子的。放了多少药材进去了？汉方剂、玉竹、黄芪、白术、白茯苓。琛哥帮母亲记住了呀。林初和再次清点了一下，竟然全都对上了。琛哥真是好聪明啊！小家伙竟然在旁边偷偷学习啊！这是什么？琛哥还记得吗？鸡内金。这个呢？亚夫木。琛哥，你都记住了？琛哥再次乖乖点头，萌萌地看着林初和，似乎不明白林初和为何惊讶。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看一下就能记住了呀。这不会是男主和女主失散在外的儿子吧？哎，不对。原书剧情里，女主现在还不到10岁呢。哎呦，琛哥呀，你可真是娘的天才宝宝呀！怎么这么厉害呀？娘像你这么小的时候刚学会诊脉呢。夫人，你在胡说八道什么？而且您那是夸小公子吗？你分明比小公子还夸张。太好了，不做天才画师，将来做一个神医也行啊。琛哥想不想学医术？娘教你好不好？好。
学医好，可以治爹爹还有大哥、二哥。先认穴位。会三阴交、下巨虚、哑口、丰隆、中都。琛哥一连说了10几个穴位的位置，竟然全部都指对了。不得了，不得了！天才宝宝是真的。于是萧定州理清了夫人一整天都不搭理自己的来龙去脉之后，正要来看一看夫人在忙什么，在走廊上就听到了夫人兴奋的呼声。这个太聪明了，是娘的天才宝宝。夫君，你快过来看看，我发现了琛哥的天赋。琛哥在医学上特别有天赋，一看就会，记性极好，小小年纪就能认药材，辨别人体穴位了。快，琛哥，给你爹看看你的天赋。琛哥就如同工具人一般的拿着小腿模型，又继续指着穴位。是不是天才宝宝？这么小的年纪就能辨认穴位图，就算不学医，将来也必定大有作为。萧定州也是十分的惊讶，没想到儿子竟然是如此的聪明，他毫不吝啬地夸起了琛哥。琛哥也喜欢爹的夸夸，在面对爹爹，他是比较矜持的，只是乖巧地站着。当晚，林初和在餐桌上分享了这个好消息，就连平日少言的严哥也主动跟父亲说起自己的功课。文辞犀利是你这个年纪的特点，如今不必刻意收着，但多读大儒之作。儿子知道了，多谢父亲提点。夫人觉得呢？作文这事我不擅长，我听严哥的文章，只觉得条理清晰，论据充分，陈论有道，并不逊色于我所了解的名作佳篇。母亲真是张口就来。景哥，你呢？我做的不如大哥的好。没关系啊，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天分，人都是在成长的过程中慢慢发现自己的天分，然后培养的。你若是觉得不好，那便是尚未发现自己的天分。真的吗？自然是啊，你可能需要多样的都尝试一下，才能发现自己喜欢并且擅长的。我擅长算术，你要随便说出2个双百之内的数，我立刻加减出来。说完，他也不等林初和说，随口就说了好几组数字的加减。哇，景哥对数字如此敏感，能快速计算，这就是你的特长呀！你现在才8岁呢，若是有人教导你，你必定有很大的长进。书院里的先生会教算术吗？当然啊。算术的内容很多的，生活处处有算术，除了数字的加减，还有田亩的计算、谷物粮食的折换、比例分配等等。比如经商要计算成本和利润，如何最大化收益，每日至少收益多少才能抵消成本。还有行军打仗也要计算，将士成千上万，该如何分配粮食，何时补给，怎么行买卖，才能用最少的钱实现最大效益。学好算术是不是更好赚大钱？林初和点头，景哥瞬间气质满满，我日后一定好好学算术。好，严哥感叹傻弟弟又被母亲给忽悠了，但不得不说呀，母亲是很会忽悠孩子的。如果景哥真的对经商感兴趣，林初和觉得自己也不是不能写出一本教材来。景哥受宠若惊，拿着林初和给的书去跟大哥炫耀。大哥，娘亲自给我准备的，他自己写的。秀着，你会认字了吗？我不会，但你会啊。大哥，这段是什么意思？大哥，你怎么不说话？你也不认识吗？夫人回来了。这么晚了，夫君还没睡啊？糟糕，是想吃肉的感觉。夫人今日生我的气吗？夫君为何这样说？夫人今日从青松院回来之后，便不太理我。我以为我惹夫人生气了，或者旁人说了什么话，惹了夫人不高兴。夫人其实什么都可以问我，我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有啊，我只是今日比较忙而已，所以关心夫君的时间就变少了。没想到这反倒让夫君误会了。唉，没办法呀，咱们一家的事情还挺多的，你们几个的身子都要顾着，还有许多东西没有处理好，还有3个孩子的事情，还有老夫人那边的事情。清风院的人还是少了，我明日让程阳再多找几个人给夫人帮忙。啊，不，我一个人就够了，我很自得其乐啊。那今日早些休息。原来夫君已经这样习惯我的存在啦，像是一日都离不开我了呢。来了，这才是夫人的正确打开方式。不得了，将军黑化了，竟然直白承认了。但如今的样子还怪羞耻的。林初和下意识扭了一下屁股，感觉到了这将军虽然毫无知觉，但仍旧有力量的双腿。萧定州眸光一暗，掐着林初和腰间的手不自觉用了些力气，双眸对视的瞬间，林初和便感受到了萧定州眸中的火焰。夫人，闭眼。下一刻，熟悉的气息凑近，缠绵的吻落下。要不然我们就这样，那是这样。娘亲，他一个接灵，
还没站起来，琛哥就高高兴兴地冲了进来，然后就看到了娘亲坐在爹爹的腿上。琛哥小小的脑袋装满了大大的问号。娘亲也要爹爹抱吗？你娘亲方才没站稳。怎么了？来找母亲是有什么事吗？我会背学位口诀了，这么快？衙门劳宫三阴交，涌泉太息周晚接，丸跳三里合谷并，此事回阳九真穴。会照门府周晚，虽会绝骨击阳陵，不会大柱血歌于气在潭中卖太渊。哇，琛哥真是太棒了！林楚河瞬间忘记了跟将军的旖旎。我还不懂穴位的作用。没事，娘教你啊。琛哥这么聪明，肯定一教就会的。走。琛哥兴冲冲地带走了娘亲。夫人离开的时候，甚至一眼都没有看他。萧定州靠在轮椅上，为自己默哀了1分钟。他能怎么办呢？他只好简单收拾了自己之后，去琛哥的房间。嗨，算了，一家人相处也挺温馨的。结果母子俩十分认真地钻研人体穴位，连个眼神都没有给他。或许琛哥需要时间，可以在我身上看穴位。好主意，这个穴位呢，用力摁下去，可以让人瞬间发麻。林楚河十分有耐心地教导，琛哥听得十分认真，不但在爹爹身上做实验，也在自己身上摁。一家人倒是也挺温馨的。后面就连景哥也忍不住来凑热闹。等到琛哥睡下之后，夜也深了，林楚河早就忘记了先前的旖旎。躺下之后，还在说琛哥医学天赋的事情。哎呀，琛哥是天才宝宝，恰好他自己对医药感兴趣。夫君，我们一定不能浪费这个天赋，好好培养琛哥。好，林楚河说。我已经想好了，从基础教起，先。夫人是真的太辛苦了，晚安。他做梦了，梦见的却不是妖精一般的夫人，而是另一个与夫人长得一模一样的女子，只是那女子似乎更年轻。萧定州蹙眉，误以为自己梦见了跟夫人相似的女子，深深觉得亵渎了夫人，想让自己快些醒过来，但是他并不能醒过来，或者说他自己知道自己在做梦，有一种游离于梦境外的意识，但却不能抽离这个梦境世界，而是不由自主的像是个透明人一样跟随在那人的身边。他似乎成了他的牵引力，他去往哪个方向，他也就只能去往哪个方向。季仙只是一个10来岁的少女，她的生活十分单调，在药房，在路上，在一个多人一起看书学习的地方，在病人很多的地方问诊和研究。梦里的时间流速时而快，时而慢，这眨眼间呢，似乎就过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萧定州的脑内却接收到了很多信息。萧定州很快就知道了，多人聚在一起学习的地方是学校及书院，而病人多的地方叫做医院及医堂。那女子很聪明，不论在哪里都能取得亮眼的成绩，但是偶尔也在窗前发呆，在路上发呆，在江边发呆。不过她发呆的时间很少也很短，很快就全情投入她的生活之中。萧定州感觉自己是经历了漫长的很多年，亲眼看着她在学校获得第1名，得到老师的夸奖，在医院得到了许多人的称赞，但她生活是不太规律的。还有一个被他叫师傅的人对他十分严厉，实则十分疼爱他。没错，在梦境中，萧定州已经确认了对方就是林楚河，也就是他的夫人。那些夫人身边的其他人，他能感觉到他们的存在，却看不清他们的脸。梦里的时间很漫长，不知不觉好像很多年就过去了。很多东西他一开始很是陌生，渐渐的竟也懂得作用了，比如手机、电脑、汽车、飞机，一些在大晋闻所未闻的东西，在梦境的世界中司空见惯。夫人，夫君，你该回去了。夫人，夫人，梦中人是你对吗？严哥对算术也感兴趣，是二弟认字不足，要我帮忙解释。你可以试试。母亲为何如此精通算术？这些学问大晋不曾见过，这么新奇的知识，也不能让你的聪明脑袋暂时忘记打探我吗？严哥，你不是猜到了吗？儿子愚钝，不明白。严哥，这样可不好啊！就许你探听我的秘密，就不许我探听你的秘密。母亲说笑了，儿子没有什么秘密，更不会去探听母亲的秘密。哦，你说没有，那就没有咯。那给你。林楚河掏出一本厚厚的古代数学大成，这是早上发现的，空间送给他的。他才想起来，这玩意儿是师傅装修药房的时候买来做装饰的，不知道为何突然出现了。这又是从哪里来的？严哥，等你打算跟我交换秘密了，我再告诉你我为何知道这些。眼下你别想那么多，我是不是好人，这么多日子了还看不出来？你就好好学习，这个年纪就做这个年纪的事情，享受少年的时光。我呢，就希望你们3个平安健康的长大，将来有点出息，好让我享福。本来我还担心的，现在看到你，我确定了，将来你必定有出息的。你的心思也不要这么重，现在我们一家人都在，凡事都可以一起商量，一起解决，别什么都自己憋在心里。说完，林楚河就走了，只将这厚厚的一本书丢给了严哥。
别人有的，我们家孩子也得有。这看似是小，但我和你们父亲都很重视。不过你们不要因此太过严格要求自己，无论取得什么成绩，都是你们尽力的结果就好。求学是一个过程，过程比结果更重要。将来你们回首过往，这过程中的滋味才是值得反复咀嚼的。严哥深深点头，若有所思。景哥也点头，心中立志将来为娘赚很多很多的钱。去吧。入学考试只需半日，一家人在外头等到了2个孩子。萧定州和林初和都没有直接问考试的过程如何，带着孩子们回去吃饭了。第2日，书院的考试成绩出来，严哥当之无愧是第1名，景哥差一些，倒数第2名。2人第2天便入学了，但2人成绩不一样，自然不在一个班中。再喝几天药，将这2年亏损的补回来，我便开始给你施针，到时候你就可以继续习武了。严哥的心中很期待那一天。夫妻2人第1日又亲自送孩子们去上学。林初和说：“严哥儿，你这性子不够开朗，进入书院之后要多结交一些朋友。”感觉母亲意有所指。是我呢，景哥要保护好自己，药需随身携带，不可冲动。景哥立刻应下了，他一定会爱惜自己的身子，将来给娘赚很多的钱。夫人，您可来了。林掌柜，我的银针做好了吗？做好了，做好了，这是给夫人打造的，夫人看看可有问题？很完备，恰是我想要的，多谢掌柜。夫人上次随口说的小儿牙出血药方，我们药房试着调配了出来，疗效十分好，可见夫人精通医术，在下十分佩服。不知夫人可还有别的方子愿意卖给我们药房？我就知道会这样，我可不是白白送出一个药方的。方才进门的时候，就看到账台上摆放的成品药方，上面写了大大的治疗小儿齿痛几个大字。这不，有人上钩喽！林初和笑而不语，掌柜的十分上道。当然，夫人若是某家医门的传人，不便告知，在下也不会勉强。掌柜的好眼力，医者父母心。我确实有一些方子，与其藏着，不如造福百姓。只是我的方子太多了，实在不知道从何说起。说起来，与医堂的药方可能一致，不如掌柜的先说说。您有什么方子，或者您需要什么方子？林掌柜的唇角抽了抽，他见这夫人年轻，没想到还挺懂得拿捏人心，这话也是真敢说大。他若是主动说出自己缺了什么，岂不是让对方占据了主动？林掌柜若是没有想好，也不着急，日后还有的是见面的机会。对了，我这有个方子，烦请帮我抓几把药。夫人稍等片刻，在下这就去。正说着，外面传来了喧闹的声音，似是有疾病。掌柜的让林初和稍坐，立刻脚步匆匆的出去。大夫，求您救救他，救救他！这么大的酒味，这是怎么回事？他把人逼服大量酒液。哎呀，你们这真是！快，将人扶到榻上，立刻催吐。年轻人何止是逼服酒液的问题，鼻腔都出血了，可见还有内伤。这也太严重了。掌柜的，不行啊，坐堂大夫出去问诊了，我们处理不来啊。这位小哥，我们大夫出去看诊了，不如你把……大夫，求您了。别家的大夫都不收了，说赵兄的命保不住了，唯有林氏医堂能治啊！天杀的！我来。他快速过来，一边吩咐人将醉酒之人扶到榻上，一边快速念了几个药名，让人立刻去准备。快接好端过来，银针备着。此人不是一般饮酒过量，还有肺部有伤病，眼下凶险异常。说完，林初和已经上手将对方的脑袋歪到一边，防止呕吐物堵塞呼吸道，动作快速的将男子的上衣扒拉掉，快速的扎上了几根银针。他动作很快，手指在男子的胸膛触碰，脑海之中已经有超级吸替成像。果然，手指在男子的胸膛触碰，脑海之中已经有超级吸替成像。果然，肺部积水破裂，这一系列操作让人林掌柜目瞪口呆。李慧么的疑问还没问出口，便看到林初和娴熟扎针的动作，就立刻闭嘴了。林初和头也不抬。放心，救好了算你们林氏医堂的，救差了算我的。嘿，说的什么话？我们林氏医堂是那种人吗？您有没有医术，我还能看不出来？就着，你疯了不成？一个女子怎能随便碰外男？你知不知廉耻？还有，你不懂医道，怎可随便救人？诸位，抱歉了，小妹性格冲动鲁莽。这不懂医术竟也插手救人，这不是添乱吗？忘了还有一个二逼在这里。你不要任性，别捣乱。你又不懂医术，耽误了大夫救人，你如何承担责任？这不是小林大人吗？啊，这位是府上的小姐。哎，不对啊，林府大小姐可是太孙妃，这位难道是二小姐？不对，这不是小姐，已是一位夫人了。自己妹妹懂不懂医术，兄长自然知道。这位夫人确实太莽撞了。这位夫人不懂医道，谁说的？她可太懂了。这是真兄长吗？这小林大人是不是误会了什么？过躁，银针给我，将他的头歪到一边，肺有积水，清理口腔和喉咙。我看谁敢救我们少爷要死的人！你们林氏医堂不想在京城待下去了是吧？
我的娘啊！今儿是什么坏日子呀？怎么还惹上了这个京城恶霸呀？怪不得别家的医馆不敢收人呢。哎，冯少爷，什么风将您吹来了？没听见本少爷的话？臭娘们儿，我看你找死还敢救人！谁？哪个不要命的？竟敢截断本少爷的鞭子？出来！本少爷饶你不死！我萧定州怀里抱着陈哥，被程阳从后面给推出来，淡淡回应：你打算如何饶我不死？真的是萧将军，定国将军真的醒了！将军，定国将军。萧定州淡淡点头，是萧将军，真的是萧将军。将军，小妹不懂医道，竟在医堂动手救人，此事是林家教女不严，还请将军不要见怪。林家确实教子不严，让小林大人见死不救。可小妹根本不会医术，这不是捣乱？自己的妹妹医术高明，小林大人作为兄长却不知，不但不知，竟还在人前如此出口污蔑，是为何意？小妹懂得医术，简直滑天下之大稽。但是萧定州的话很容易让百姓信服，瞬间大家看向林文艳的眼神充满了怀疑。可眼下的局面确实复杂，这冯少爷是兵部尚书之子，兵部是太子一脉的人，太子的人便是太孙的人。这方才还放狠话的冯少爷见到萧定州也是愣了一下，而后露出了一个并无歉意的笑。原来是定国将军啊，久仰久仰。他的眼神在萧定州的双腿上扫了一遍。我哪敢让萧将军求饶？就是我教训一个奴才，难道堂堂定国将军也要阻止吗？你胡说！方才背人的年轻人气得脸色都涨红了。你这分明是欺负人！赵兄不愿上门教导贵府的弟弟，你便强人所难。嘿，你们竟然还这般折辱人，这分明是强盗之举，恶霸所为。说完，年轻人瞬间拱手对萧定州道：请将军做主，冯豹恶贯满盈，强抢民女，无视王法，动刑杀人！找死！你以为找定国将军有用？哼，谁家的定国将军坐在轮椅上，说出去都让大晋丢脸。同时，医馆的门外瞬间跑进来一个女子，看到躺在床上的男子，瞬间哭着扑倒过去。表哥！他怒气腾腾地瞪了一眼冯少爷，从衣袖里唰地抽出了一把剪刀，对准自己的脖子，可见刚烈。冯少爷，我表哥与你无冤无仇，你所作所为如此不可人道，我今日便死在你面前。今天开演，我就以命殉今天，让大家看看天子脚下到底还有没有王法。说完，对着自己的脖子就捅了下去，但下一秒，那剪刀根本就碰不上他一分，被林初和一挥手打落在了地上。林初和趁着方才大家都关注萧定州，借着袖带的遮掩，从空间实验室拿出了救治之药出来，用在了病人的身上。暂时无性命之虞，但要细心照顾。药呢，拿来给他喝下去。没有什么比性命更重要。你若是死了，才让亲者痛，仇者快，不如留着一条命，才有机会让欺负你的人血债血偿。可小小百姓如何对抗官府权贵？表哥为了我命都要没了，若非我，表哥怎么会有这一遭？红颜祸水，死不足惜啊！哼，可笑，男人无能才会造成红颜祸水这等自辩的鬼话。女人真听进去了，才是对不住自己。别人心术不正，那是别人的问题，关你是女子什么事？你表哥的命是我救的，有人想拿走，那便看看有没有这等本事。好一个姓辣的小娘子！淫邪的话还没开口，萧定州一手捂着幼子的眼眸，掌风一挥，便将冯少爷给挥出去。找死！小小之辈也敢在我面前出言不逊！冯少爷被打出去的瞬间，一只匕首猛地朝着他飞过去，尖锐的刀刃划过他的眼皮，瞬间鲜血如注。得，这眼睛算是废了。周围的人是倒吸一口气，程阳还不解气地走过去，在对方的胸口上是狠狠地踩了一脚，又一脚踹了出去。哼，欺负夫人，让你死都不知道往哪儿死。让人带去兵部尚书府上，若是冯辽不服，让他亲自来问我。夫人受惊了，神救回来了，暂时脱离危险了，但此人还有肺疾。待喝下导引肺气的药之后，还需观察，进行第二轮的治疗。今日医堂的大夫不在，刚好被我碰上了，这才耽误了一些时候。少夫君费心了。无妨，救人要紧，只是让些不长眼的人污了夫人的耳朵。将军，这不是保护我了吗？您是定国将军夫人？是我。林初和说：你放心，你表哥的命我救了，别人也轻易拿不走。你若是有委屈有冤屈，尽可申诉。这种有权帮助弱小的感觉真是太好。哼，顺便让人也知道，就算萧定州坐在轮椅上，那也还是大晋的脊梁柱。一群站着的人，仍旧需要一个双腿失利的人来顶起一片天。今日之事传出去，人人都会更加憎恶恶霸，感念萧定州。将军，请将军替表哥赵云明做主。他立刻当场告知了冯宝是如何仗着兵部尚书之子的身份逼迫他为妾。林初和在一旁听着，突然觉得赵云明这名字怎么有点熟悉啊？他脑袋一个机灵，瞬间想起来，这不是原书里主角身边的智囊团成员吗？哎，不对，哎呀，儿啊，娘救了你的死对头啊，但死对头还没黑化，没准让你俩先成为朋友也不一定。不管怎么样，先救人，这大恩情他可是要言谢的。嘿，绝对不是因为赵家有钱，绝不是我要薅主角团羊毛，是因为我是个大夫。救他，以后用处可大了。你表哥的事情，我会让人调查清楚。
如你所言，自然将冯报交给京兆府处理。你放心，无人敢将你二人入河。这2日还是将人留在医馆，仔细看得好，就按方才我与你们说的法子看护。若是有不能处理和决定的，遣人去荣国侯府找我就行。医药费先记在我名下。小美，你今日的行为太鲁莽了，那可是兵部尚书之子，你知不知道朝中如今的局势？父亲和你姐姐云儿……小林大人难道在教我做事？林文艳立刻闭嘴。看着马车走远，林文艳脸色难看的回复，将今日的事情告诉父亲。小妹变化太大了，她会医术，竟然瞒了家人这么多年，她这是什么意思？莫非当年那药根本不是外人给她，而是她自己做的？可她为何要这样？萧定州双腿残疾了，却不减当年啊！年轻人不错，到了这般境地，依旧心智坚定，怪不得陛下看重。可不是，可惜天妒英才呀！我看未必见得。如今朝中纷争不断，太孙急于收揽权力，萧定州此举，焉知不是远离纷争的保全之策？陛下可不曾将他的兵权收回去，也是英明的。少拍马屁，冯辽真是倨傲了，自以为能揣度陛下的心思。放纵儿子都管不好，还能管好朝事，最后这亏还得咽下去。是，不如您会养子。被夸会养子的男人想起了自家中的儿子，沉默了。也不是很会，只是有些奇怪了。也不晓得是羡慕别人家的孩子养得好，方才远远地看着萧定州，正觉得有一种儿子长大之后的模样。难道他想当人家爹？男子这么一想，更加沉默了。果然是家中的儿子太不争气了。娘亲累吗？春哥给娘亲揉揉手。小子，你抢了你爹的活，知道吧？辛苦夫人了。不辛苦，小事而已。以前可比这辛苦多了。以前背医书更辛苦。小骗子。他早就知道了。那日做梦之后，他反复回想和暗中观察，其实发现夫人留了很多梦中所见的小习惯。萧定州基本已经确定，夫人呢已经换了一个人。对了，赵云明的事情，夫君打算如何处理？交给京兆府尹吧，程阳去查事情是否属实，若是属实报官就是。夫人觉得呢？夫君决定就好。哦，京兆府尹啊，那只老狐狸，1000个心眼，玩转整个京城权贵的老狐狸。如果没猜错的话，他是燕王的人，最适合干这种得罪人的事情。谁让他是主角团成员之一？那拉仇恨的事情还是交给主角团成员吧，反正他们一般不会死。这么一想，燕王真是下了好大一盘棋啊！老早就在这么重要的职位安插了自己的人，而这人还完全是为皇帝服务的，看起来是个直臣，谁能想到呢？真不愧是女主他爹。京兆府尹可靠吗？朝臣间的关系如此复杂，那赵云明又不是权贵之家，会不会最终不了了之，反倒连累了夫君？不会。萧定州断言，京兆府尹苏良才是个刚正之人，此事他会秉公处理。林初和哦了一声，这苏大人是什么人？竟连朝中大员也不怕，莫不是家世了得？他是寒门弟子。燕王呢？陛下诸多子嗣，除了太子，燕王战功赫赫，应该是极得看重的。大晋建国不久，陛下将萧氏发家之地凤阳封为中都，牵派燕王去守护中都多年，远离朝堂。前2年才因旧疾回京治疗，这才居住在京城。夫人在闺中的时候也不闻窗外事吗？我一个小女子，关心外面这些事情做什么？可我见夫人对京城局势很是好奇啊。我夫君是定国将军，我当然好奇。小骗子。不过怎么办呢？我有点被取悦到了。好，夫人好奇的为夫一定知无不言。太子身子不好，陛下都不属于燕王吗？陛下子嗣众多，按组织立储备，可安稳朝廷，避免纷争。陛下是开国皇帝，组织还不都是他说了算？而且怎么能保证其他人就没有那个心思？夫人说的也没错。到家了，夫人可以私底下说。夫君，如果你是燕王，你真的愿意尊太孙至尊吗？夫人觉得太孙不行。大哥一房还有林家，都将所有赌注压在了太孙的身上。可我自小就觉得，不能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夫君觉得呢？夫人说的有道理。什么？二丫头竟然懂医术，还救了人，她真是有这样的本事，竟然不吭一声。你娘身子不利爽，她竟然不回府侍疾。眼下最重要的不是赵姑娘，我们都知道与东宫的亲事是怎么回事，
若小妹真的隐藏医术多年，她到底想做什么？你确定？她医术当真如此之好？那人看起来都活不成了，她都给救了回来。容我好好想一想，跟云儿说一说此事。爹，小妹和定国将军这是完全不顾局面，这样得罪兵部尚书，可如何是好？先等等，看看局面。这件事一定有御史上奏，我们先看陛下的态度。严哥，有个事我得跟你说。母亲要说什么事？是这样的，今日我送你们去书院回来之后，救了一个人，他叫赵云明。严格根本没有表情的变化，甚至恰到好处的露出了一丝疑惑。少来！要不是我研究过心理学，都被你小子骗过去了。分明在听到赵云明这3个字的时候，瞳孔都有变化了。母亲为何要单独与我说此事？严哥，你没有生气吧？母亲说笑了，救人一命胜造7级浮屠，儿子自当全力支持。我见他为了未婚妻能做到这种程度，可见他是个重情重义之人。今日我跟你父亲帮了他，算是对他有所恩情，解决他的后患之忧。他之后应该可以好好参加科举了。不过幸好他不是跟你一届的读书人，他这个人呢是有些才能的。你也知道，我觉得避免一些眼下的变故，或许能对未来的局面造成很大的效应。你觉得呢？严格心想，母亲真的眼下是真的不打算掩饰自己的秘密了吧？就差跟他说呀，我也是重生的人，这种话来表明身份了。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是真的不介意的，不会后面偷偷弄死他的哦。看懂了母亲眼神的严哥，他突然就想逗母亲一下。母亲这样关心别的男子，不怕父亲醋了吗？哎，严哥，你现在也会开我跟你父亲的玩笑了？算了，告辞。林初和看着他离开的背影，笑出了声。1、2日的早朝上，兵部尚书冯辽当堂状告定国将军当街欺负他儿子，生生废了他儿子的一只眼睛。他句句控诉，要求陛下严惩萧定州。不料下一秒京兆府尹便说自己昨日接到了一桩案件，事关冯豹的，于是就将冯豹强抢民女、欺辱他人的事情给说了出来。最重要是，那赵云明还是个举人，只是只身在外求学，这身边只有一个自小许下婚约的表妹，父母族人不在身旁，因此被冯豹欺负。冯尚书被贬官，太章帝让京兆府尹立刻调查冯豹之事，绝不轻饶。你觉得朕今日处罚冯辽如何呀？皇祖父，这是否有些过了？错在冯豹身上，冯尚书顶多就是教子不严，罚俸半年便是了，何必给他贬官？冯辽不过是仗着以为自己走对了路，便毫无顾忌，儿子都管不好，如何管朝事？今日不过是杀鸡儆猴，也让那些有所心思的知道如何做。孙儿知道了，朕会重新册命兵部尚书的人选，日定必定能助朝廷安天下。冯辽刚愎自大，不可常用。是，孙儿理解皇祖父。太章帝让他退下，而后这才叹了一口气。太孙还是不理解朕。哎呀，朕这是为了他好。冯辽这样的人用了，他年纪轻轻，日后只有被拿捏的份儿。这天下靠武人打下来，但得靠着读书人帮着皇帝一起守。冯辽连读书人都不放在眼里，这就是打朕的脸。日后天下读书人如何追随储君啊？陛下息怒，太孙年纪小，日后会明白您的苦心。哎呀，这孩子生在太平盛世，真是没有半点朕的脾性啊！太子身子不好，要说像朕最像的还是老七，不对，最像的还是定州那孩子呀。可惜了，定州是萧氏子弟，却不是太子的孩子。这话张公公可就不敢接了。陛下宠爱定国将军，恰是因为从他身上看到了自己年轻时候的杀伐果断呢。云儿，你那妹妹究竟怎么回事？你不是说她嫁给萧定州对东宫有利无害吗？眼下萧定州都将冯辽铲下马了。太孙莫急，外边发生了何事，妾身还不知道呢。小妹怎么了？冯大人又是怎么回事？萧启便将早朝上的事情跟林逸云说了。殿下莫急，妾身这妹妹从前胆小怕事，不太懂事，如今成婚了，大约是得意过甚，忘了父母教导。我今日就送封信回林府，让父母好好教导。也只能这样了。这个萧定州真是不知好歹，连我的人也不放过。眼下殿下还是不太适合跟定国将军接触，顺势而为便可。即便定国将军什么也不说，但小妹嫁给他，在外人看来便是站队的信号。算了，也只能如此了。很快，太子那边就有人过来将萧启给叫走了。你出去打听打听，定国将军夫人会医术这件事是怎么回事？顺便回去问一下我爹娘。会医术？林逸云冷笑一声。我这好妹妹也如我一样带着前世的记忆重生了。禀告太孙妃，老爷派人来了。刚出去办事的丫鬟很快回来了，竟然还带来了这林府的人。林逸云站了起来。可是父亲有什么消息？来人正是林大人派过来的。早朝结束之后，他立刻让人过来联系林逸云，好让他知晓这外面的情况以及林初和所有变化之事。冯辽留不得，
当然不长眼，武道夫人跟前的都该死。萧大将军这心里是阴恻恻的想着杀人的事情，但接过林初和递过来的药碗时，却眉目温柔。辛苦夫人了。目前只能说试试，这药有些难喝，等会儿给夫君第一次施诊，说是没有任何反应。夫君也别着急，不是，我也有心理准备，夫人只管放手去做。于是林初和放手给萧定州施针了，萧定州的双腿一点反应也没有。夫人先休息一下吧。没事儿，我缓缓就行了。今日没有反应，在预料之中，夫君不要失望。等两个孩子从书院回来，得知林初和给萧定州施针了，都纷纷过来询问情况。凡事循序渐进，不要着急。严哥闻言道：母亲的医术肯定是可以的，只是时间问题。如今大哥这么向着母亲的吗？林初和打算给严哥施针试试。你的情况与你父亲不同，疗程应该更快，但也需要循序渐进，过程有些疼，需要忍一忍。无妨，母亲放手施针就是。严哥说的淡定，下一秒林初和的银针便刺到他的腿上，他瞬间不淡定了，腾出了表情包。疼，微微疼，这还叫微微疼啊？是我判断失误了。娘，什么叫判断失误？大哥的腿好不了了吗？不是，是我对疼痛的判断有误。这个针法确实会造成一定的疼痛，太痛苦了，不好，不妨事，我能忍。母亲尽管下针就是了。你小子对自己是真的狠呐！什么叫不妨事？有不太疼的方法，为何要为难自己？针灸之法千千万，你等等，我再想想如何减少疼痛的同时增强疗效。不急，也就这几日。严哥，我知道你不怕疼，也经历过更疼的时候，但眼下已经不是过去了，知道吗？借母亲提点，这就对了嘛。哟，大哥，你们在说什么？萧定州看着妻子和长子，也若有所思。很好，夫人和严哥的秘密都已经是心照不宣了，但两个人一个也没有打算跟他说的。如此，给严哥治腿的事情只能暂缓。林初和依旧每日给萧定州施针一次，后面大约是适应了一些，就没那么费神了。同时还不忘继续开发这琛哥的天赋。还请夫人不要嫌弃，赵家只有一些铜锈之物。赵公子好好保重身子，准备明年的春闱，拔得头筹后一路青云为百姓发声，就是对我昨日相助最好的报答了。夫人大义，云明何德何能？我相信赵公子可以做到，能以生命保护未婚妻，可见胸有热血。见过如冯豹之恶，就知世间还有更多的不公平。这样的人必定能理解百姓的苦衷，将来造福百姓。这次你不用黑化了吧？好好平步青云，最好也不要跟严哥为难。赵家这么有钱，交情建立了，日后多多帮助嘛。是大哥的小厮，怎么回事？永生，你怎么在此？夫人，请这边说话。今日小策，大少爷又得头筹了。书院中人不满，有人说大少爷当初带小超作弊，此次必然也是。大少爷自然不认了，与同窗发生争吵推搡。二少爷知道大少爷被人误会，过来说理，却被对方推搡。大少爷维护二少爷心切，推倒了对方，造成对方骨折。父子要将大少爷逐出书院。我知道了，我这就去书院一趟。刚才那人是定国将军长子的书童，大概是定国将军的长子萧炎出事了。你怎么知道？你莫要瞎说，你还认识将军的长子？我就是明德书院的学子，我自然知晓，只是恰逢今日生病与父子请假了。哼，我还知晓可能发生了何事呢？发生何事了？大约是萧炎被人举报考试作弊，书院的人说他从前在文远书院就是因为作弊才被父子除掉学籍的。今日书院要考试，我就知道这么传，迟早要出事。你莫要胡说，萧将军的儿子怎么可能考试作弊？定国将军可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他的孩子自然不会差的。林掌柜也提醒你休要胡说，这位公子，谣言止于智者，说话要有真凭实据。我就是听书院的人说的呀，我又没说萧炎舞弊。他没有。赵于明声音虚弱，却十分坚定。我从前就在文远书院求学，这件事我知道，萧炎分明是被人污蔑。大哥，你就不生气吗？没必要，你日后做事不要像今日这样冲动。你本就身子不好，出了什么差错，还要让父亲和母亲担心。母亲叮嘱过你，莫要冲动，莫要动怒。但我们是兄弟，我能看着大哥你被别人欺负。臭弟弟，你不冲动，这会我俩都不用面壁啊。苏大人，萧炎与萧景已经按照书院的规矩进行处罚。苏小公子这2日可先在家中休养，过2日恢复了再来书院。此事性质恶劣，书院定会秉公处理。本官自然相信书院处罚公正，明德书院为大晋培养人才，无德之人自然该惩戒，以儆效尤。何为无德之人？像苏大人这样的官吗？真是受教。你是何人？我是萧炎的母亲。敢问夫子，惩罚萧炎有何依据？有何证据？夫人有所不知，萧炎在书院的小册中带了小抄，此事性质恶劣，书院不能姑息。证据何在？苏浩然便是证人，且我已经没收了萧炎的小抄。荒谬污蔑！就凭苏小公子的一面之词，原来百年明德书院就是这样是非不分，偏听偏信。萧夫人，证据确凿之事，除了苏浩然亲眼看见，以及有此小抄为证据，还有学子李靖也是证人。何况萧炎有前科在先，夫人爱子之心也当有所限度。什么叫有前科在先？这话我听得奇怪。你说话之前有证据吗？
还有，你们让我儿为自己申辩过了吗？见过文哲先生，学生乃文远书院的赵云明，我与多位同窗可以作证，萧炎当初在文远书院并未作弊，此乃冯广的污蔑。冯广不满萧炎课业成绩好，常有挑衅之举，实则萧炎的清白已经被证实，此乃夫子与冯广之过。冯广当时为表歉意，曾主动向院长提出亲自去请萧炎回书院上学，但彼时定国将军负伤归来，冯广带回来的话是萧炎因父亲受伤要照顾，暂时中断书院的课业。哼！自从萧炎兄进入书院后，苏浩然和李靖多次言语不敬，还因为萧炎腿脚不便，暗中使绊，言语讥讽。反倒是萧炎都有退让，不予计较。这些事情不少同窗都看见了。这一次，若非苏浩然陷害萧炎之后还辱骂定国将军，以萧炎温和谦逊的性子，岂会大动干戈？或许是我当时看错了。院长，学生当时没有看清，只见有纸团掉落在萧炎的脚下，是不是他的？我不知道。不知道，看错了。苏大人也这么认为吗？萧将军，你还要如何？事关我儿的名誉和清白，自然要追究到底。若是明德书院不能做决定，此事就不仅是学子失德，按照大禁律例，或是恶意诽谤，自然要按照大禁律例处置。还不承认？父亲，儿子就是替冯广报仇。他不止在打儿子，还是阻止儿子接下来说出更加大逆不道的话。如此学生，明德书院不在手，请苏大人为令公子另寻他处。至于涉及此事的夫子，自然也被文哲先生撤职了。今日的事情计划多久了？苏浩然能被你算计？或许是我当时看错了。院长，学生当时没有看清，只见有纸团掉落在萧炎的脚下，是不是他的？我不知道。不知道，看错了。苏大人也这么认为吗？萧将军，你还要如何？事关我儿的名誉和清白，自然要追究到底。若是明德书院不能做决定，此事就不仅是学子失德，按照大禁律例，或是恶意诽谤，自然要按照大禁律例处置。还不承认？父亲，儿子就是替冯广报仇。他不止在打儿子，还是阻止儿子接下来说出更加大逆不道的话。如此学生，明德书院不在手，请苏大人为令公子另寻他处。至于涉及此事的夫子，自然也被文哲先生撤职了。今日的事情计划多久了？苏浩然能被你算计？苏炳一时反应不过来，但苏建是个老狐狸，他只要多问苏浩然几句你谋划的那些事情，便一眼能被他看穿。父亲，儿子知错，请父亲责罚。你为了保护父亲的名声，我难道还能责罚你吗？父亲，你一向是个沉得住气的孩子，若非触及你的底线，必然不会如此做。知子莫如父，我岂会不知道？今日之事我不责备你，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我也允许你用自己的办法解决。但严哥，记住，行事要坦荡，手心如泥潭边行走，污水沾血一滴便会放纵自己，日后必要坠入深渊。儿子谨记父亲的教诲。严哥，我知道你心中事多，有一些事你也不愿意与我说，但你要知道，我既将你当做我的儿子，必定会全力护着你。去吧。母亲，严格立刻恭敬行礼。你爹没怪你吧？母亲又在说教，你可得了吧？你爹肯定看出今日的事情是你做的，对不对？但他这人有原则，虽护着你，但未必同意你的作风，所以母亲是来安慰我的。嘿，严哥，你这是承认了？儿子什么都没说。你看你这么别扭做什么？我可不是来安慰你的，我是来给你点赞的。坐躺。您既然猜测今日的事情是我策划的，又何苦来书院刺激苏大人？可不一样，你怎么说都是我儿子，我护着你可不是应该的。有一种错觉，母亲就是想要辈分，又何必总想着让我承认呢？眼下不是挺好的吗？可还有更好的方式啊，这样我们母子俩都是一样的，就不会觉得这种事情很奇怪。因为世间还有自己的同类啊，我也有朋友啊，不让我心里憋得慌，莫名有时候觉得自己有理，大梦一场。来，严哥，跟我说说你的情况，你知道了多少信息？是从什么时间点回来的？还是大晋吗？还是大晋吗？这么说来，母亲果然不是前世的母亲，或许不是大晋人，不然不会有此疑问。母亲先说。我情况可就复杂了，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说清楚的。你先说你的，看看跟我知道的信息能不能对上。严格还是道，我想先听母亲说。林初和啧了一声，没有计较。不是大晋，也不是天下的任何一个国家，一个可能是比大晋更晚1000年后的世界吧。这个世界我现在没法细说，简而言之就是这是一本书，类似画本吧。你看过画本吧？一般都有一个完整的架构。我认识你们大部分人，但具体的不是很了解，我就莫名其妙的来了。1000年后的世界，这就是母亲懂这么多东西的原因吗？快说说你的。意思就是大晋的世界是一本书，母亲莫名其妙变成了书中的人。那原来的林氏呢？既然是画本，我们大部分人都应当有自己的结局。对啊。啊，不对，严哥，你套我话。原来如此，原来如此。你小子把我的话都套完了，现在该跟我说说你的情况了吧？与母亲知道的没什么差别。
喂，这就有点不讲武德了。母亲日后还会回去吗？我没想过这个可能，而且我也不知道怎么回去。若按照母亲所说，您从前生活的世界这么好，留在这里，母亲心中会有不甘心吧？还行吧，我主打一个既来之则安之。你又套我话试探我，怎么说呢？怀念从前是必然的，毕竟人都下意识倾向早已习惯的生活，但体验别样的人生也不失为一种乐趣。而且你们三个都挺好的，前途无量，大好前程。我们三个，父亲知道您不将他包括在里面吗？前途无量，母亲不是已经知道结局了吗？那是别人写的结局，跟我有什么关系？你看，我活生生在这儿，你也走出了既定的路，结局到底是什么样，在我们的手里，而不是在别人的笔下。严哥，你记住，族谱从你这一页开始。感觉母亲有点中二，算了，不说。所以接下来你的打算是什么？没什么打算，生活照旧，避免悲剧发生。那我们的目标就是一致的，接下来我们可就是同盟了。如今我们算是开诚布公了，日后凡事多一起商量，早点解决后患之忧。还有镇南王那边，不能全靠你父亲。那镇南王世子不是在京城吗？得想点办法。知道了，这件事我来处理。严哥虽然多了点记忆，但你也要开朗一些，像个少年人模样，好好享受眼下的时光，不要表面温和，内心深沉，伪装久，人会忘记自己。我都一把年纪了，又不是真是个小孩，那又怎么样？反正你现在就是个孩子啊。夫人在跟严哥说什么？今日发生了些不开心的事，在给严哥做心理疏导。哼，小骗子，越来越肆无忌惮。严哥知道何为心理疏导吗？奇怪，夫君这语气，说出这样一个现代的词汇，为何竟然如此顺口？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了一样。不可能啊，再聪明的人也猜不到我的来历啊！怎么听不懂啊？听得懂，母亲的话不难懂。你看，我也要心理疏导，我也要娘亲心理疏导。这样疏导行吗？都不好意思了。唉，不愧是萧定州的儿子，果然心机深沉。父亲，你的意思是，莫非浩然竟然是被反陷害的？浩然还是沉不住气，被那小子利用了。没想到小小年纪便有如此心计，假以时日，此子必定有所成。此事还是浩然不如人。苏浩然听明白了，自己这是被人利用了。祖父，我不服气。你不服气？难不成你还能报复回去？真是给老夫丢脸！他人三言两语暗中刺激你，你就沉不住气，偏偏没有本事做到天衣无缝。你给我去跪祠堂，3日不得出门，不得进食。那冯广是什么人？要你一个阁老之孙给他出面？苏阁老大发雷霆，苏浩然不敢再说话，心中有再多的不服气，也只能乖乖的去跪祠堂。父亲，萧定州如今已是废人一个，为何还要如此忌惮？废人？这个废人前不久还能不费吹灰之力将兵部尚书拉下马，你以为他如今不在朝堂上就对我们构不成威胁了？可别忘了，陛下尚未收回他的兵权。那不是陛下仁慈吗？不收回兵权不过是权宜之计，难不成他日后还能坐轮椅上战场啊？只要陛下不收回兵权，就说明了陛下的态度。你以为萧定州只有他自己吗？城外那10几万军队，有多少人为定国将军马首是瞻？大伯找我吗？不过你不必理会，我们家的事情你大伯插不了手，更何况你的事情还有你父亲在呢。要这样握笔，知道吗？大哥先教你握笔。严哥，你的手怎么了？你的右手上的经脉了？可能小时候习武没有恢复好吧。我也是。这孩子又不将自己的身子当回事了。什么？大哥，你是不是当初受伤没有恢复好？你这也不说。景哥耳听八方，立刻自门外进来拆穿大哥。于是事情的结果就变成了一家5口聚在一起开会，连琛哥也有自己的小椅子，表示自己是家庭成员之一，可以单独发言。大哥，说实话才是好孩子。严哥，你要自己说还是让景哥帮你说？父亲，都是小事，没有景哥说的那么严重。况且如今已经恢复了。父亲回朝前的那个冬天，儿子从书院回来，不小心摔了一跤，断了骨头，但当时已经看过大夫，后来也恢复了，一切如常。但是若是长时间受力，比如写字的时间长了，便会开始酸痛，到了雨雪天气会更难受，是不是？上次你母亲说你受伤了，是不是与苏家那个小孩有关？摔断手的事情真的是意外？儿子与冯广发生了些争执，偏官还是太便宜风凉。手伸出来给我瞧瞧，当初受伤的时候没有好好治疗，经脉生长有些受阻，当时天气寒冷，未曾好好保暖，伤筋动骨100天，后来恢复期过早受重力。从前我们家迫于各种原因，没有长辈能为你们做主，让你们吃了很多苦，但如今不一样了，无论是严哥也好，还是景哥、琛哥，日后都要记住，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都要跟父母说父母在，还要你们独自扛一切压力和伤害，那我们也太失职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家的家训就是一家人，万事一起扛。夫人怎么自己扎自己啊？没事，我就试试改良一下针灸术，
尽量给严哥减少痛楚。给严哥改良腿部针灸之法，夫人也在自己身上试过了，就试了一次而已，我心中已经有数。夫人，这太难受了，不如扎我吧。扎你，我就不知道真感如何了。何况夫君意志力超出常人，你感受到的微小疼痛，对严哥来说可能是巨大的痛苦。再说了，我才是识针之人，我自己没有感受，如何判断？这毫无办法了。夫人以前学针灸也是这样吗？差不多吧。严哥那孩子啊，性子拧巴，许多事都藏在心里，不愿意与我们说。我给他施针，他若不是疼到受不了，都不会哼一声，就像上次那样，分明疼得受不了了，还那么能忍。当然，那孩子还有可能觉得这点疼痛是给自己的提醒，要记得从前的伤害不能忘记。夫人对人性的洞察很准确。不用紧张，有点疼，但肯定没有上次那么疼了。我改良过的，你放松了，痛感就减少。母亲，我不紧张，你随意发挥。不紧张啊？那你的手能不发抖不？但孩子长大了嘛，有自尊心。林初和不戳破他，甚至觉得还挺可爱的。刚开始的几次痛感明显一些，后面会慢慢减少，4、5次之后基本可以忽略了，忍一忍。不是，儿子能忍。哎，跟你爹一样。收针之后，林初和拿出了一袋蜜饯。林初和跟哄孩子似的，奖励你的，勇敢的孩子，值得奖励。何圭，你瞧瞧，这个萧炎的才学与你年轻的时候相比，你看如何？能得您如此夸奖的，必定有过人之处。这个萧炎便是定国将军之子，那日被冤枉的那个少年了。正是他。怎么？只是觉得那个少年的眉眼有些像我的母亲。什么？外人以为左鹤圭喜欢游历天下，实则不然。因为有一些变故，左氏有一子孙流落在外，而那孩子便是左鹤圭的亲弟弟。据说是5年前定国将军从边关带回来的，但具体的无人知晓。此事我会查查，还请先生不要惊扰萧炎。严哥啊，你不要整日待在书房看书，没事的时候就约同窗出去走走啊。上次在书院帮你说话的那个小王爷呢？我看他就对你十分友好啊。主角团呢，书中团宠女主的妹控哥哥。母亲的目的也太明显了。母亲，以父亲眼下的局势，我们不好接触皇家之人。胡说什么呢？我们又没什么目的。你现在还是小孩子，小孩子的情谊想那么多做什么？你是你，你爹是你爹，小孩的事情上升不到大人。我只是觉得那孩子心眼不错，性格开朗，是个可交之人。你跟他相处是个好事。这话您自己信吗？母亲喜欢开朗的孩子。这话您自己信吗？母亲喜欢开朗的孩子。哎，也不能这么说，你们什么样的我都喜欢，但我觉得你总是闷在家里不好，要多接触外面。以前没机会，但现在有机会呀。得见天地宽，人就会豁达，这也是好事啊。走动走动，对你的恢复也好。京城不是有雅集会，年轻学子都喜欢参加，你也可以去啊。听说奖品十分不错，你才学这么好，如此天赋异禀，不表现表现，实在太浪费了。儿子知道了，下午便出门，会尽量给母亲一些奖品回来的，顺便认识认识同窗的权贵亲朋们。林初和心想，倒也不必这么直白吧，他也没这么明显吧，只是听说今日开雅集的是大晋首富，奖品十分值钱罢了。哇，奖品这么丰厚，大哥好厉害！母亲，这是今日的奖品，给您。严哥，你拔他头筹了。哎呀，这是你的奖励，给我干嘛？你自己收着。母亲，如果你不那么爱我，是时候就信了。儿子拿着也没用，这玩意儿精巧，据说价值连城，给母亲收藏正好。那我先帮你收着啊，送给母亲了。这不愧是我儿子啊，我们坦诚交心。这么一想，哎，这几天忙着顾儿子，似乎有些忘记夫君了，有点馋了。当晚，箱子里的书册全都整理出来了。夫人是要放去书房吗？我先看看，有好的就拿去给严哥。林初和翻了几本，都觉得不错。翻到箱子底下的时候，看到了一本封面颜色十分鲜艳的册子，他微微惊讶，随手拿起来一看，当即瞪大了眼睛，竟然是避火图！我去，这事他能免费看吗？而这大约就是原主新婚的时候，林夫人塞进箱子里给他的。夫人在忙什么？听青霜说要把一些书给严哥送过去。夫君，你何时回来的？刚才回来的。看夫人似乎在专心忙碌什么，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忙碌什么？我能说我在忙着修筑避火图吗？没什么，我在写严哥和夫君你的治疗记录。萧定州狐疑，是吗？我让人给夫君准备热水洗漱，这些是我的嫁妆，有些书不错，我剪出来打算给严哥看看。小骗子，若是记录治疗过程，何须这样紧张？有劳夫人了，小心！萧定州眼疾手快，猛地将林初和往自己身边选。桌上的东西跟着倒了一地，林初和一屁股坐在了这萧定州的怀里，啪的一声，那被他塞进了书堆里的避火图掉在了地上。原来，夫人刚才……不许说！夫人刚才不是说在写诊疗记录吗？你还说这是个误会，我可以解释。萧定州闷笑出声，我相信夫人，
只是没想到夫人似乎精通此道。你不应该害羞吗？我的纯情将军呢？你之前在被窝里可不是这样的，你今天怎么变成这样？我是大夫，从专业的角度来说，当然对人体更加了解。作为一个大夫，对于一些错误的认识，当然要修正。好，好了，你快先去洗漱，剩下的事情我自己处理。既然如此，今夜有劳夫人教导。今夜要狱，夫人要帮忙吗？反正将军不能自理，自己的事情自己做，我还要忙一会儿。不行的话，让程阳过来帮忙。烦死了，怎么这么讨厌啊？上一撩人，看到了吧？这就是报应不爽。好了，夜深了，睡吧。夫人今夜不与我说晚安了吗？夫君晚安。果然父亲上钩了。夫人听错了位置。敢撩拨我？你能行吗？接下来还请夫人赐教。这种时候你让我赐教？为夫是武将，善骑射。从前以为自己的骑射之术已难逢对手，今日才知道不及夫人一二。今日正好跟夫人讨教。你行吗？不是，夫君，你听我狡辩。不是，我的意思是，你的双腿没有恢复，这恐怕不太好吧？将军的战马从来是常胜的千里马，从未有过摘旗便指的先例。可惜今日的骑士是个新手，早已在颠簸之中不堪重负。战马不但未能淋漓尽致地领略胜仗之痛快，也不能乘胜追击。没办法，新手骑士有些太不中用了，还需要再学习学习。萧定州和林初和成婚已近1个月，这在今夜忽然叫水了。我来就好。时而扶起娇无力，时时心诚恩泽时啊，太没用了。夫人还好吗？还行。是夫人还行，还是为夫还行？当然是夫君啊。这样，那就劳烦日后夫人再多多指教了。琛哥，想你娘了是吗？不。好。爹知道了，再过1个时辰，你娘不回来，我便带你去找她。将军，您不舍得夫人出去，倒也不必让小少爷背锅。躲好了吗？躲好了，爹爹你要快点找到我。爹来了，琛哥要躲好了。哎，好像看到了琛哥的小脚了呢。将军，江姨娘这是什么意思？不会趁着夫人不在，想要撬墙脚吧？偶见将军在此处，月然特意过来行礼。月然方才瞧见了琛哥在那一处，将军可要随我过去看看？不必，烦请让路。